佛祖啊，请你一定要保佑我的老板被雷劈死。紫菱，我们走吧。秦皇，我们真的不用每个周末都来诅咒老板的，你知不知道爬山好累呀？唉，但是不诅咒他，我实在是心中难安呐。尤其是最近，已经到了辗转反侧的地步。那狗日的老板没事奔来找他表白，他还没来得及拒绝，就被他老婆泼了一身咖啡。而他咬牙怒气暴打老板娘的下场，就是被老板降级，外带扣工资。太这样的了，完全不符合科学逻辑。可是青皇，你这样不辞辛苦的来诅咒，真的有用吗？我们都诅咒了3个月了，你看老板有一点要被雷劈的征兆吗？我当然知道这诅咒没有用。那你还……他是我们的领导，请问我可以揍他吗？抒发怨恨不能用别的法子吗？每个周末这样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千里迢迢前来诅咒，真的很累呀。正要开口解释，但只说出了一个字，忽然感觉胸口一阵剧痛，低头一看，一把刀子穿过了他的胸口。为什么要杀我？几乎没有外人知道他是古武世家的人，他也未曾与人结仇，所以感觉有人自身后走来，并未多想。对不起，我杀错人了，我以为你是我女朋友，我女朋友她劈腿了。青花，你撑住，我马上送你去医院。我诅咒老板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巍峨宫殿之中，有一个集天地之灵、万物之美于一身的男子。那人于软榻之上慵懒侧卧，修长如玉的指托腮，玉指之上展现出一张精美绝伦的脸，眉如剑，鼻若琼，眸中带媚，唇形尽显完美。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眉间竟有朱砂一点，刹那芳华，似是点亮了万里山河，而又占尽天地之辉，美艳到让人不敢逼视。这人正是他们北冥尊贵无匹的太子殿下君金兰。凤青皇头痛欲裂地睁开眼，四面一片空旷，而往下一看，他竟然悬挂在半空之中。一回头便看见了勾住他衣服的树枝，而下面是一座房屋的屋顶。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那勾住他的树枝忽然断了，而他整个人也对着那屋顶。轰的一声，屋顶被他砸出了一个大洞，入目便是一美男子坐在浴桶之中。帅哥，麻烦接住我一下！哎呦！凤青皇忍不住爆了粗口，不接住他也就算了，还让人给他一脚，这样的不想混了。力道是轻了些，还有半边窗子是好的。爷，若有下次，属下定当注意。他冷冽的眼神扫到了那坏了一半的窗子上，还有那树梢上漂浮的人影。哼，给爷把他带进来。而飘荡在树梢上的凤青皇捂着剧痛的屁股，疼得龇牙咧嘴。混蛋，踹哪里不好，偏偏踹屁股，简直欺人太甚。此仇不报非女子。不对，这是哪里？惊愕的抬头一扫，有房屋高耸，雕栏玉砌，显然不是现代才有的建筑，倒像是古代的宫殿。低头一看，他的身上穿的也是层层叠叠的古装，这是什么情况？他记得自己
是被人杀错了，捅了一刀来着。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相信穿越这种荒谬的事情。你是自己下来，还是我们将你带下来？你他妈的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你以为自己是哪根大蒜啊？让人从树上下来要用请的，明白吗？这是礼貌，眼睛放在天上拽得跟258万似的，听你们的话才是傻逼。哎，傻愣着做什么呀？玩够了就让你们的主子滚出来，老娘可没闲工夫陪你们耗。不知道他前几个月才刚被扣了工资降了级，哪里还经受得起旷工？线下还找这么多人困着他，相个亲而已，快点相完快点走人，磨叽个啥玩意儿？也滚出来了，你待如何？方才那个踹我的人呢？将人带来。方才踹我的是你？是。老娘今天替你妈教训你，给我记住了，未经允许，永远不能乱摸女人的胸，也绝对不能乱踹女人的屁股。砰之后，那个暗卫被揍得面目全非。你先下去吧。小子，姑奶奶今天心情好，所以你方才落井下石奸贤踹亲了的那句话，我就既往不咎了。滚回去告诉你群老家伙，冰川正在融化，企鹅濒临灭绝，生物链说不好又得断裂一条。所以呢，让他们在没事的时候多做点对世界有贡献的事情，多关心一下社会和生态环境，别没事就来找老娘的茬。还有啊，我对相亲没兴趣，走了。弄脏了爷的洗澡水，爷没同意，你也敢走？那你想怎么样？想怎么样？小苗子，你来告诉他，爷想怎么样？爷，据奴才的不完全统计，这个月他是第328个妄图偷窥您沐浴的人，而且在他之前，那没有得逞的327个女子，有的剥皮，有的拆骨，有的烘烤，用的法子很多，但大抵都这3样。但奴才以为，这女人不仅用她猥琐的眼睛亵渎了您尊贵的身子，还胆大包天的弄脏了您的洗澡水，更是不知死活的对您大不敬。所以不仅仅是剥皮拆骨，远远不可抵消，故而应当先将他在粪池泡上3天3夜，让他好好体会一下不干不净的感觉，再绑于火架之上，活活鞭打致死，使人体血肉相连，这样烤熟之后定然肉味鲜美，相信路边的野狗都会喜欢。这是法治社会，不要以为老娘是傻子会被你们吓到。告诉你们啊，这一招早就过时了。那就在这法治社会下，先带他去粪池泡泡，好好清醒清醒。脏了爷的洗澡水，爷现在还觉得很不舒服。这位气宇轩昂的大帅哥，烦请你好好想想，杀掉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害你被警察通缉，多不划算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啊，采纳了之后呢，你既能出名又能杀人，那你可以去杀了我爷爷，也就是凤家的掌舵人。杀了之后呢，8成还能登上各大新闻版报的头条，势必扬名天下。这样就算是被通缉也划算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啊！加油杀，我走了，拜拜。飞速说完，快速回身，赶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拔腿就跑，杀了他爷爷，上头条。君金兰嘴角微抽，扬手一扯，一道劲风将刚刚跑到门口的风景吸了回来。我说，不就是看了你洗澡又弄脏了你的洗澡水吗？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我都还没看清楚鸟多大我都不知道，我
这话一出，下人们皆眼角抽筋，嘴角抽搐，心里发慌，头皮发麻，腿上发颤，脚底发凉啊！哦，没看清楚，那要不要爷脱光了，再给你好好看？完蛋，说错话了。爷，星爷回来了。星爷？难道是周星驰？让他进来。俺回来了。办好了？办成了。星爷出马屋是不成？爷，这么做应该会被黄浦轩看出来吧？爷就是要让他看出来。来一趟东陵，不给黄甫轩留点礼物怎么成？那个啥，既然你们的事情都办成了，你们的心情应该也好了。而且我又真的不是故意的，那你就放我一马吧。常言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要说话，手却好似摸到了一丝异物，低头一看，爱宠的皮毛之上有一点灰渣，而他的手正好摸了上去。回来之后没洗澡，给主子把事情办好之后得意忘形了，没先去水里泡泡。爷方才说托给你看清楚，你意下如何？意下如何？看就是死，不看就是泡粪池。再次权衡了一下死和泡粪池之后，果断地觉得就是死，他也不去泡什么粪池，于是咬牙开口：那你就脱吧。死就死吧，死也不泡粪池，说不准还能在死之前好好看看美男子的身子。但爷不愿脱给你看，你求之不得，必定自尽而死。爷可不想又欠一笔情债。世上竟有如此自信到自恋又升华到无耻不要脸的男人，他看了求而不得还要自尽而死，他是不是想的太多了？拖去粪池吧，看着碍眼。哎呀，不好了，我晕倒了。爷，新皇的登基大典开始了，您该出去了。新皇登基？太子殿下，您还是先沐浴更衣吧，水已经备好了。这个女人，奴才们处置了就是了，可别误了时辰。没搞错吧？穿越之后得罪的第一个人就是太子，王位继承人。要不要这么帅？真是一抹脸上全是泪啊！既然晕倒了，就等爷回来亲自剥皮拆骨。小星星，给爷把他看牢了，这将是你最后将功赎罪的机会。哦，对了，忘了提醒你，小星星的牙齿有毒，若是被他咬伤了，就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想逃就逃吧。爷，不好了，着火了！那女人呢？逃了。怎么逃的？不知道。损失呢？属下们清理废墟的时候，发现宫内玉饰、白璧、金银几乎全部被那个女人卷走，还有那会儿您沐浴取下的小星星呢？让那女人不声不响地跑了便罢了，还卷走了屋内的东西，她是死了吗？你说我该怎么罚你？主人，我都悲伤地生出了白发，您就饶了我吧。星爷咽了一下口水，看主人并无饶过他的意图，猛然想起那女人那会儿教给他的经典姿势。没有撤退可言。主人，我帅吧？这次是帅吧？看在我这么帅的份上，您就饶了我吧。你终究还是疯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你是说，这姿势是那女人教你的？飞快点头。
他说这姿势很帅。俺也觉得这姿势很帅。主人，你有没有一种我帅了很多的感觉？这姿势挺美。游戏，主人不罚我啦。你就在这儿摆上3天吧。不要啊！难道这个姿势不帅吗？主人为什么还要罚我呀？爷，要不要派人将那个女人抓回来？当然要。夺命天珠是要拿回来的，烧了他寝宫的仇也是要报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很想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从看守人和小星星的眼皮子底下卷走了那么多东西逃掉，还把他和屋子一起烧成这个样子。这是黄甫轩的地盘，找人自然让他去找。遣人去告诉他，在他的地盘上，本太子竟险些被火烧死，本宫感到非常难过。若是不能拿到贼人，那一定是有心之人，想要本宫的命。抓不住侍卫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世界上落单的人到处有，而我再抓不到一个。尖笑一声，终于找到落单的了。女人，你马上给朕放开，朕还能饶你一命。朕，好了好了，别装了，冒充皇帝可是死罪。相遇就是缘分，你既然被我抓了，我们就是好朋友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告诉我怎么出宫，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哼，荒谬！朕贵为一国帝王，何须冒充？你最好马上给朕松开，否则朕将御林军叫来，定将你满门抄斩。如果你不装逼，还是好朋友。马上告诉我怎么出宫，不然……你马上给朕放开！眼见他再这么叫几声，真的将侍卫叫来了。凤青皇当机立断，飞快地脱鞋扒袜子。你真的是皇帝？若说他黄甫轩这一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那绝对就是那会儿大义轻敌，心甘情愿地被这女人绑了。总算是安静了。好了，你现在告诉我怎么出宫，我就原谅你方才的不合作的态度，而且我保证，今日你被人塞了臭袜子的事情也不会有人知道。皇上，皇上，皇大胆贼人，你还不放了皇上！凤青皇顿时感觉自己腿都软了，得罪了一个太子，又得罪了一个皇帝，他下半辈子恐怕只能在逃跑中度过。那今日的事情其实是一个误会，我只是为了教育你，告诉你啊，做人永远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大义轻敌，否则就是要吃亏的。我今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所以你千万不要派人抓我哦。我走啦，再见！不要再见啦！来人呐！抓刺客！抓刺客！御林军何在？臣在。给朕抓住那个女人，生死不论！大胆贼人！你抓！你当老娘傻呀九转18弯，为您各种前后堵截之后，凤青皇终于跑得快没错了。四散开来，分头追捕。好险好险！公主，你跑到哪里去了？东陵的国宴就要开始了，大皇子殿下到处找您，都快急疯了。公主，快给公主梳妆打扮，遣人通知大皇子殿下，再晚就来不及了。皇儿，
说了你多少次了，这里是东陵，不是漠北，你又四处乱跑。若是出了什么意外，你叫我如何向父王交代？恭迎大皇子殿下。大皇子，那就是自己这个身体的哥哥了。先随我去参加国宴，回来再罚你。轩辕殿之内，皇甫轩黑着一张脸，高坐在龙椅上。今日他已经漱口几十遍，心中的恶心抑郁感还没有消失。而那群没用的东西，在这皇宫抓个女人都抓不到。哼，该死的女人！你若是再敢出现在朕的面前，朕要了你的命！王兄，国宴是所有国家的来使都要来参加的意思吗？那是自然。那就是说，这场破宴会上，他既会遇到那个被他烧了屋子的妖孽太子，也会遇到那个被他塞了臭袜子的森冷皇帝。公主对战皇帝和太子，等于情况很不妙，还是跑吧。哎，那个王兄，我忽然觉得有点头晕，宴会我就不去了，我先回去了。站住！回去？你又想惹出什么祸事来？随我进去。我不能跟你进去啊！进去之后八成是凶多吉少，那两个人一个就够我死几次了，还是两个呢。漠北大皇子，三公主到。澹台己代表漠北，恭贺东陵皇登基之喜。澹台皇马上低下头，制造自己的不存在感。前方的一道视线压得他透不过气，后背还觉得毛骨悚然，真是煎熬。漠北大皇子，你太客气了。不知你身后这位是？乃是舍妹，更是父皇最宠爱的亲皇公主。呵呵，亲皇公主长得十分眼熟。今日朕御赐那个刺客，状似不经意地晃了一下自己的脚。这一晃，皇甫轩的脸色马上就青了。这个女人的意思很简单，若是自己说出了她绑架自己的行为，她就会将那双袜子的事情公诸于众。一国公主若是变成了刺客，史书上必会记载。也就是说，她现在要是接着执政，她皇甫轩光辉的一生就会在史书上留下了被塞了臭袜子到嘴里这么一笔，遭后世耻笑。而且这里各国的人都在，恐怕不必等到后世，明日起他就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于是他说到一半的话就这么止住了。澹台己见他说到一半顿住了，奇怪的抬头看了皇甫轩一眼。那个刺客如何？可与皇儿有什么关系？那个刺客逃跑之时撞倒了一个女子，被撞倒的好似就是亲皇公主。正是本公主，刺客凶神恶煞，那会儿可是吓死本宫了。哼，岂止凶神恶煞，更是恶胆包天，百死不足以谢罪。皇太后驾到！漠北大皇子，三公主，请坐。谢东陵皇。皇太后进来之后，整个宫殿中的气氛活络了不少，而皇甫轩杀人般的眼神一直放在澹台皇的身上。北冥太子到！天哪，北冥太子方才看了我一眼，不要脸，分明是看我。胡说，明明是对着我看来的。而君金兰这一进来，对众人的注目礼早已习惯，而那狭长的丹凤眼却不觉地瞟到一丝熟悉的波光，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他在这里。恭贺东陵皇登基之喜。北冥太子请坐。不知火烧本太子寝宫的凶手，东陵皇找到没有？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都看不见我。暂且还没有，还请北冥太子耐心一些，
朕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哦，如此，就多谢东陵皇了。刚至东陵几日，就遭逢如此大劫，本太子甚感难过。而东陵和北冥与溧阳还小有冲突，更是让本太子寝食难安啊。近日还不慎染上了风寒。朕也觉得溧阳之外太过混乱，正准备撤回士兵，还请北冥太子放宽心。如此，便多谢东陵皇体恤了。好久不见，我的太子妃。怎么了？公主见着本太子，太高兴了？我是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高兴你妈个头啊！北冥太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太子妃连本宫的身子都看了，还不想负责任吗？北冥太子怕是认错人了，本公主没……确实，亲皇公主今日定然不可能看到北冥太子的身子，因为她今日一直都跟朕在一起。哦，东陵皇确定？自然。两位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本公主今日可没有见过你们二位。还请东陵皇和北冥太子慎言，不要损毁我漠北公主的名誉。父皇知道皇儿在外头被人编排，也一定非常不高兴。是本太子的不是，本太子会给漠北一个交代，也愿意为公主负责。朕也会给漠北一个交代，但朕对亲皇公主是真心倾慕，还请大皇子好好思量。皇儿的婚事自有父皇拿主意，本殿下做不了主。那就请漠北皇子回去之后禀告漠北皇，以表我北冥诚意。朕之诚心也，可昭日月。两位还是不必再想了，我命硬，克夫。本太子也命硬。国师说，本太子必须找个命更硬、能克夫的女子为妃，方能镇得住。否则本太子娶一个就死一个。亲皇公主为了天下女子的安危，也该嫁给本太子不是？而且，你我这样的命格，不就是上苍注定？谭台皇的嘴角微微的抽搐了几下，这死妖孽真能扯，还娶个克夫的女子，真是嫌命长。朕乃真龙天子，天命所归，区一个克夫命，是奈何不了朕的，还请亲皇公主宽心。本宫一见亲皇公主，便觉得十分投缘。皇太后太抬举亲皇了，能得太后赏识，是本公主的荣幸。亲皇公主果真国色天香，与本宫的皇儿正是绝配。于是谭台皇明白了，这老太婆是想打亲情牌，八成以为自己的儿子是真的喜欢她，所以帮忙抢亲来了。他看了一眼黄甫轩那杀人般的眼神，不动声色地咽了一下口水。皇帝，你这是什么眼神？即便再喜欢亲皇公主，也不能这样看着人家，会把人家吓坏的。母后教训的是，儿臣日后定当注意。公主啊，皇帝打小就是这么一个不善表达的性子，他这眼神可不是因为不喜欢你，恰恰是因为太喜欢了，你可千万不要会错意。太后说的是。
东陵皇子性子冷傲，不解风情，半点都不似本太子善解人意。公主可要好好对比，莫要选错了。谭台皇当然知道这货是在警告自己，他的意思是，公主啊，你作为一个即将在砧板上的肉，可要想好了到底在哪块砧板上受死。谭台皇明白，上哪块砧板不一样要被碎尸万段，他必须坚守阵地，一块砧板都不上，还是地面比较有安全感。本公主还小，暂时不想考虑这些事情。他有什么好的？名声不好，一无是处。皇上表哥怎么会看上他？绮罗，闭嘴！皇上，老臣教女无方，请皇上降罪。黄甫轩还没说话，就是砰的一声响，谭台己身前的桌案被一把掀翻。哼，东陵的待客之道，实在是让本宫长见识了。皇儿，我们走。这一下就玩大了，黄甫轩连忙开口：“漠北大皇子，且慢。”东陵得罪了谭台己，那这女人十有八九就得落到自己手上。好事儿。王兄不必生气，这位姑娘说的对，本公主的确是一无是处，没什么好的。谁说的？本公主倒听说青皇公主能歌善舞，天下无人可及。本公主素来也喜欢跳舞，不知可否请青皇公主今日一展妙曼舞姿，也好指点一下本公主。这话是东晋长公主钟离寒说的，想玩她，那就看看是谁玩谁。既然公主已经这样说了，本公主又如何能不给面子？本公主要去换衣服，不知……快带公主去。忙听涛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谭台皇憋着笑，扯着嗓子高声大唱黄龄的嗨歌，看雷不死你们。我忍，我忍。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众人皆一齐在心中哀嚎：爹呀，娘啊，救命啊！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快疯了，但谭台皇还没有唱完，扯起嗓子，仰天又嚎了一句：忙听涛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众人浑身一抖，顿感精神大振，没事的，没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忙听涛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他这又一吼之下，各国王公反而淡定了，做出一副八方不动的样子。哈，我扛住了，他就会唱这两句，我免疫了。可是还没高兴完，一声如同午夜鬼魅之声悠悠响起。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众人被他移得头晕目眩，脑袋也跟着移上移下，末了还移着转了几圈。回过神来之后，看了看身边的人，一句话脱口问出：吾尚在人间否？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我的个亲娘哎，总算移完了。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又是一阵诡异搞怪的嗓音响起。这又是什么？漠北的公主今天没疯吧？她脑子没事吧？她一切安好吗？而谭台皇唱到这里，好似犹觉得不满意，扬手一扯，两边宫女手中的布料都到了他手上，抛起，像是一块天幕垂下，挡住了众人的视线。随即便是一声哎呦的呼痛之声响起，
众人却没在意，都只是睁大眼看着漫天的红布横飞，如同海中波涛，激流暗涌，忽上忽下，使人看不清幕布之下发生什么。孟庭堂，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NA，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孟庭堂，就一起来，孟庭堂，就一起来，孟庭堂，就一起来。方才旁人没有看见，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这女人甩起幕布的时候，挡住了众人的视线，然后在幕布之下将那个东晋长公主给胖揍了一顿，直直的揍晕了，是以方才隐隐有呼痛之声。而那最后用力的一甩，将那刚刚受完杖刑被扶进来的绮罗郡主一下子挥了出去。那绮罗郡主估计还得跌出几米远，真是有意思。而这些黄甫轩和谭台吉虽然也看到了，但是他们实在难以从这歌声中淡定下来，所以还保持着呆滞。啪啪啪的鼓掌之声响起，将众人完全惊醒。青皇公主的歌声和舞姿果然名不虚传，其中暗藏玄机，包罗天地万象，实乃世所仅见。本太子佩服。皇妹，你怎么了？皇妹，绮罗郡主，您没事吧？本郡主的腿都断了，能没事吗？谭台皇，你我怎么了？皇妹，有话好好说。是谁打了你？皇兄定然会帮你做主。哼，不知道东晋长公主这样指着皇儿做什么？怎么，这就是你们东晋的皇家礼数？方才幕布下的种种他确实是看见了，但谁是谁非，回去之后大可以和王妹再行论断。可在外头，任何人都别想欺负他谭台己的妹妹。皇儿别怕，有王兄在，不论任何人居心叵测的想往你身上泼脏水，王兄都不会让他们得逞。是他，就是他刚刚打了本公主。门口的绮罗公主也扯着嗓子大吼一声：父亲大人，是漠北的公主将女儿掀了出来，女儿的腿都断了，腿断了。青皇公主，你作何解释？解释什么？本公主柔柔弱弱的，而且这位公主比我还大，本公主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边跳舞还一边打她呢？我说着眼睛都红了半圈，仿佛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但本公主会连是谁打了本公主都不知道吗？那照东晋公主这么说，是不是只要明日本皇子鼻青脸肿的出现在众位面前，就可以指证是东晋三皇子打了本宫，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只因为本殿下最清楚是谁打了自己。公主可以指证皇儿，但请公主拿出证据，不论是人证还是物证，我漠北都愿意承担责任，绝无二话。这大殿中看到了的只有黄甫轩、谭台己和君金兰这三人。黄甫轩也清楚谭台己看见了，但大多数人都没看见。谭台己要维护谭台皇的立场也十分的坚定，他也没必要为了给钟离寒出头，使自己跟漠北结仇。北冥太子方才说青皇公主的舞姿暗藏玄机，包罗天地万象，定然是看见了什么。若是北冥太子看见了，还请太子说一句公道话。本太子方才确实看见
青黄公主的舞姿，暗藏了玄机。这幕布抛洒之间，行云流水，似惊涛拍岸，浪起九霄，更有狂风而起，御风成龙，实在美不胜收。本太子越看越觉得像是银河彩带而过，还摆出了漫天星宿的位置，其中玄机让人赞叹。对了，东晋三皇子，你方才说什么？四面的人或低头，或望天，或扶额，或摸胡子，心中暗叹，北冥皇太子果然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那样恐怖的歌声下，也能发现舞姿中的玄机和美好。这妖孽竟然没有揭穿他，为什么？良心发现了？贱女人，你敢对本郡主动手，我杀了你！杀了你！吵什么？没见本太子在用膳吗？启禀皇上，绮罗郡主原本被打了20大板就伤了筋骨，又被青黄公主一挥，左腿骨折了。现下被北冥太子一扫，右腿和左手也骨折了，还被打中了哑穴，不能说话呀。皇上，绮罗是我们东陵的郡主，青黄公主和北冥太子此举，也未免太不将我们东陵放在眼里了。老臣一生忠君爱国，而今女儿受人欺凌，却无能为力。若皇上不愿为老臣说句公道话，老臣这丞相也没脸做下去了，还请皇上定夺。这话也是狠了，足以证明老丞相被气得不轻，都拿辞官威胁皇帝了。这位大人，本公主那会儿将郡主掀出去，大家都看见了，是本公主在收幕的时候无意中甩到的，本公主这是无心之事，更何况先前郡主当堂对本公主不敬，大人你不是也说了吗？任由本公主和王兄处置。即便本公主不是无心，而是有意，本宫贵为公主，为自己讨回一点公道，也无可厚非吧。东陵郡主被打了20大板之后，仍不知悔改，竟敢出言辱骂，并对皇儿不利。本殿下都还没有问罪，丞相就先忍不住了。在我们北冥，谁若是惹了太子爷不快，莫说是一个小小的郡主，就是公主，怕也免不了剥皮拆骨、烘烤烹饪。绮罗郡主今日只是摔折了手和腿，我们太子殿下已经是客气了。小苗子，你这话是在说本太子脾性不好，嗜血残忍？爷，您是天底下最慈悲的人，只是您的宽宏大量，那些个蠢货们理解不了。本太子也认为自己脾性甚好，要不这宴会结束之后，他还是考虑一下，卷铺盖逃命吧。国宴之上，绮罗不知体统，青黄公主还是北冥太子，哪一个是他能开罪的？朕就是砍了他也不为过。何况只是摔折了手和腿，丞相若是实在觉得这丞相没脸做下去了，朕也不好勉强。皇上，老臣知罪，请皇上恕罪。有贼人在大殿之上对东晋公主动手，朕一定会将之揪出来，还请东晋三皇子放心。那就有劳东陵皇了。客气。青黄公主今日也受惊了，这该死的女人就会找事儿。本宫的太子妃就不劳东陵皇挂心了。漠北大皇子，请你务必转告漠北皇，青黄公主收了本宫的定情信物，
和看了本宫的身子一事。虽然本宫没有证据，但本宫不愿吃这个哑巴亏。若是漠北皇不愿将公主嫁给本宫，本宫将亲往漠北，在贵国王庭的大门口打滚10000次，让天下人都知道青皇公主对本太子始乱终弃。澹台皇则僵着嘴角看着这无耻的王八蛋，若不是能看透他眼底暗藏的杀机，单观他这样子，还真以为他是多么喜欢自己。王兄，王兄，叫谁呢？太子太客气了，你的意思，本殿下定然会为你转达，还请放心。只是结果如何，还要等父王。请王兄满饮此杯，在岳丈大人面前多为本太子说几句好话。北冥太子，还请自重。要是王兄没顶住，真把这杯酒接下了，搞不好这桩婚事就真成了，自己的死期也来了。东明皇，天色不早了，本宫就先带皇妹回去了。天色确实不早了，朕就不留各位了。这男人太危险，能避还是避着好。实在不行，回去之后就收拾包袱跑路。自己没本事一脚飞了这不要脸的王八蛋，还没本事一脚飞了自己吗？斗不过咱就跑呗。哼，女人，想逃就逃吧。如果你能逃得掉的话。你到底是谁？你说我是谁？你王妹身上有的胎记，我可都有。我王妹身上没有胎记。我失忆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在一座宫殿屋顶的树枝上挂着。如果你不信我是你王妹，可以滴血验亲。既然你失忆了，又如何确定你是我王妹？那是因为人家看见王兄之后很有亲切感，就像是看见多年前的恋人一般。忘了也好，从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再惹祸，王兄也救不了你。王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没有，你只要记住，你是澹台皇，我是澹台己，我们永远都是兄妹即可。哦。还有，记住，钟离城这样的废物，你惹怒几个，王兄都能给你摆平。但君金兰和黄甫轩，你最好不要招惹他们，惹上了会麻烦无穷。王兄，你先回去吧，我要休息了。你先回去吧，你不能走，我就自己溜。你告诉我，以前我和王兄关系怎样？程雅不敢说。让你说你就说。公主，大皇子殿下是我们漠北最英俊的男子，您一直不顾伦常的喜欢他，让他头疼不已，王上也很是震怒，所以这次才让大皇子带着您一起来，多见识一下他国美男子，也许就决定放过自己的亲大哥。这下好了，别说是君金兰和黄甫轩了，以后见着澹台己他也有些尴尬，更别说让他帮忙抗婚了。算了，还是逃跑吧。若真有神仙，请你们保佑我家那老不死的。这才没走几步，一道光亮照到他的脸上，像是什么东西反射的光。公主，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越窗而出，左顾右盼，举止猥琐，莫不是想溜去本太子的寝宫，与本太子一度春宵？
嘘。本太子原是来看公主的戏的，但公主既然出来了，就陪本太子一起看戏吧。话说，这些人至于多大点事儿，非得闹得要他小命的地步？谭台己对你倒是上心，还派了暗卫替你守着院子。难道阁下和东陵皇对本公主不上心吗？大半夜的不睡觉来看戏，也不知道闲的蛋疼不疼。爷对自己的太子妃上心，不应该吗？哎呀，公主是不是悲哀地发现自己得罪的人实在太多，所以一时间还猜不到是谁想动手？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行了，戏看完了，我们是不是该算算我们的账了？还给你，还有你的那些财宝，我也还给你。给你带了半日，回去不知要清洗多少次。那是你喜欢洗。掏出一串珠子扔给谭台皇。夺命天珠需内力驾驭，你用不上。定魂珠带在身上，屏住呼吸，可以使心跳骤停，假死1个时辰，无人能识破。这样的好东西也舍得给他，他像这样的好人。记好了，在爷出手报仇之前，你可别被那群废物玩死了。顶住了，才值得爷亲自玩。放心，你死了，我都不会死。还知道怕就好，但愿你的命真能比爷长。那现下作为定魂珠的回礼，你是不是该告诉爷，你是用了什么法子，才带着那么多小东西从小星星口中逃脱的？你错了，作为对定魂珠的回礼，我将不计较你带着铺盖卷来看戏的事情。至于其他的，在意。那是不是说，本太子今日若是没有给你定魂珠，说不准你哪天就要来找本太子报今日的仇呢？不是说不准，是一定。那要如何，你才肯将你逃脱的法子告知爷？你我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如何？看爷心情。哦，那我过几天再告诉你吧。看我心情咯。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会摆 pose 装逼啊？好，既然你不肯说，爷就猜猜。你是料到了小星星自大，故而当着他的面收拾我殿内的东西，而他料定了你逃不出他的手，故而完全没将你放在眼中，任你去收拾。随之你又告诉他一个姿势，让他背对着你，借以潜逃。好好猜啊，猜对了有奖。奖什么？奖励苏菲320厘米弹力贴身卫生巾，怎么翻身都不会漏。哦，莫非是你先前刻意弄出了很多声音，模糊了他的视听？这话一出，谭台皇的面部表情短暂的僵硬了一下，这都能让他猜到。看着他面上的表情，爷猜对了。爷，今日您让星爷摆那姿势5日，然后星爷站了1个下午，把腰闪了。谭台皇的嘴角抽搐了一下，那只不知道是狐狸还是狼的动物有腰吗？御医怎么说？御医治了治，已经没有大碍，但要给星爷上药，他始终不愿意，一直抱着枕头哭，看样子
是要您亲自回去啊。其实苏菲弹力贴身卫生巾相当于一种女人用的月事布，男人的尿布。把尿布给他当奖品，脑中蓦然想起那句怎么翻身都不会漏。爷，要不要给他个教训？竟敢戏弄太子殿下，真是找死！没良心的女人！尿布、月事布，太子爷忽然抬手摸了摸下巴，缓缓地笑了。一旁的暗卫看着这笑，禁不住颤了一下。每次太子殿下露出这种笑容的时候，就预示着有人要倒霉了。嘿，那女人自求多福吧。悄悄跟着公主，暗中相助。殿下，不拦着公主？暗卫抬头询问，公主可是他们漠北有名的惹祸精，这一出去，不知道又要惹出什么事情来。她喜欢做什么，就由她去做。烂摊子，本宫来收拾。谭台皇这一路上都在寻找阴暗的角落，比较容易找到耗子之类的动物。九转18弯之下，终于发现了一窝蓬草，飞快地奔过去，在草丛里面翻呀翻，找了老半天，足足有5分钟之后，谭台皇突然猥琐地笑了，抬起手，成功地从草丛里头捉出一条蛇。没想到在皇宫里头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他去上厕所了吗？周围并无什么人，门口站着一个小太监，手上拿着一个托盘站在门口。远远的看过去，那托盘上的东西很像是草纸。谭台皇皱眉，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蛇，蛇也看着他。一人一蛇对视了一会儿之后，他抬手一甩，将蛇扔了。怎么了？这一问，没有人回答。谭台皇飞快地将地上的草纸捡起，转身就跑。草纸！天哪！谁给朕一张草纸？小玄子，门口的小玄子晕倒。小玄子，门口的小玄子仍在晕倒中。小玄子，门口的小玄子持续晕倒中。看这个王八蛋还见死不救，玩死丫的！他现在应该去把各国的人都引来，大家一起围观皇甫轩上厕所不带纸。你这丫头，你爹娘没有告诉过你，应该敬重长辈吗？如果长辈先为老不尊，无缘无故殴打于我，我就不必将其当成长辈看待啊。谭台皇仰着头不冷不热的回话，这男人在树上挂了多久了？难不成自己刚刚做的好事儿都被他看见了？这话一出，成功的将皇甫业呛到了，还真有些无言以对。现在的晚辈儿比他们这些老将都辣。那好，你说说看，轩儿是怎么得罪你了？轩儿叫得这么亲热，难不成是亲戚？你想想，本王若是想帮他，方才就出手了，也不会等到现下，你说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下次再敢拿东西打我的头，我要你好看！老娘现在忙着找各国人来围观皇甫轩上厕所不带纸，没工夫搭理你。哼！王爷，您方才为什么不拦着他？轩儿并不比君晶兰笨，但你可知为何他名声不如君晶兰，还总在君晶兰的手上吃亏？就是因为轩儿从小吃亏太少，所以王爷是想让皇上吃些亏也好。
也好长点记性。还不快去给皇上送草纸？你是真想等那丫头通知各国的人都来围观吗？谭台皇在路上敲晕了一个宫女，便穿着宫女服四处招摇撞骗，假传皇甫宣的圣旨，说有机密要事要找使臣相商。谭台皇一直通知到楚国的院门附近，远远的就看见一主一仆走了进来。大皇子殿下，今日东陵国宴，您称病不去，要是传回国去，大臣们又要向皇上弹劾您，说您不成体统。哼，本殿下活了20年，就被他们弹劾了19年，他们爱弹劾随他们弹劾去。体统自有我那2位皇帝维护，他们一个是楚国名满天下的太子，一个是楚国攻无不克的战神，有他们维护着楚国的声誉还不够吗？说着又转过头，十分认真地对着自己身后的仆从开口。其实每个王族都出一个像本殿下这样的败类也挺好，若总是和我那2位皇帝一样中规中矩的，就没人经常气得父皇跳脚。你要知道，人老了不经常生气就容易老年中风，本殿下也是出于一片孝心呢。那和东陵联姻的事情，仆从又接着开口。男子挑眉，嗤之以鼻道：切，那糟老头传皇位的时候不考虑本殿下，联姻第一个就想到我，做梦去吧。殿下，当初不是您自己说楚长歌性骄横，不受约束，胸无大志，不易为楚，还请父皇另选贤明。殿下的这句话险些没把皇后气得背过去。哦，是这样吗？我忘了。谭台皇咬牙，再次险些喷笑出声。谁？出来！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使自己脸上的笑意不那么明显，又不太猥琐。楚国大皇子，武皇派奴婢前来，请您去御书房商讨机密要事。回去复命吧，说本殿下即刻就到。悄悄跟着他，别被发现。哭够了吗？韩梅，你也不小了，过几日找几只母狼，给爷生几个崽儿玩玩。不要啊！或是找只狐狸，还是不要。那还想哭吗？不想了。不哭了就上药。谭台皇在外头听得头皮发麻，虽然不知道为啥生崽儿能让小星星不再闹腾，但他却借此明白了，这世上还真没有这个妖孽不能摆平的问题。那他还是不要进去给自己找麻烦了，反正他刚刚通知的那些人也够皇甫宣丢脸的了。皇叔可说是谁干的？启禀皇上，王爷应当也不认识，那个女子不像是东陵的。那女人是不是长得很美？是的，很美，举止十分猥琐。是的，非常猥琐，有些动作还很像男人。是的，那分明就是个女汉子。皇甫宣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又是那个谭台皇干的好事儿。今日之事，不可对外人言说。在属下来之前，那女人已经打扮成宫女，通知各国王公来围观您了。谭台皇，你给朕等着！哎呀，陈大人，谋腾涛，谋腾涛！哎呀，张大人，哎呀，爹恩爱，爹恩爱！皇上驾到！众位，久等了。
东陵皇客气了。你是一个大猪头，咿呀咿呀哟，我是一个杀猪的，咿呀咿呀哟。其实谭台皇这个人没什么别的爱好，就是心情很好又闲得蛋疼的时候喜欢唱歌。漠北大皇子幸会，北冥太子幸会。漠北公主的歌声当真独特。其实这女人的歌声，她这辈子也不想再听见第三次。那是自然，本公主的歌声天下间独一无二。这样的歌声确实独一无二。本太子也希望能经常听到公主的天籁之音。你是一个大猪头，咿呀咿呀哟，我是一个杀猪的，咿呀咿呀哟。唱着唱着，一抬头就看见黄甫轩森冷的眼神，他毫不犹豫地回了一个白眼，加上上一个坏笑，昨晚他没在茅坑熏死，这心情一好，唱得更大声了。赵大人，您怎么了？陈大人，本官没事儿，本官只是太想念母亲了。赵大人，听您这么一说，本官也突然有些想念父亲大人了。大皇子是客人，朕是主人，来晚了，朕也不能责问，不是？东陵皇，我们来的晚是有原因的。原因？难道不是和本殿下一样睡过头了吗？东陵皇，楚长歌睡过头，来晚了，还请见谅。东陵皇，本宫来的晚，是因为今早处理了一些事情。昨夜皇妹的侍婢又被人给打了，不少人都看见是漠北三公主动的手，而皇妹回去之后被御医检查出来，昨日在宴会上被打，对方的手上竟然有毒。若非是发现的早，皇妹的脸就毁了。我皇妹与之无怨无仇，青皇公主却下此毒手，还请漠北大皇子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昨晚东晋公主的脸只是皮外伤，老臣敢以性命担保，绝对没有中毒啊！这一定是有心之人想陷害老臣呐！东晋大皇子，你看，若是这般，那也许是皇妹回去之后染上的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错怪三公主了。但是这动手打人的事……谭台皇冷笑一声，中毒的事情是假的，不知道还有几件事情是真的。东晋大皇子还是将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再来指证吧。嘿呀呀呀呀呀！一个大男人，还是堂堂的一国皇子，竟然想了这么多龌龊的法子来陷害一个女子，本殿下都替他羞愧。楚长歌，你怎么不服气？比划比划。怎么东晋长公主中了毒？昨晚东陵的太医没有看出来吗？哼，本郡主不管，就是他打了本郡主。堂兄，你若是不能为本郡主报仇，本郡主回去就告诉父王。朝霞郡主，我打了你是吗？朝霞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板凳，心里有点慌。是的。好。你不是说我打了你吗？是的，我打了你。你既然这么想被我打，我怎么能不成全你的心意？你说是吧？这女人果真有意思，总是这样出其不意，让人觉得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个疯女人，这世上还有她不敢做的事吗？哈哈哈哈！痛快！漠北公主果真性情爽烈，本殿下深感佩服。楚国大皇子，我东晋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如此？本殿下只是看热闹，瞧高兴了就鼓掌，有问题吗？楚
楚长歌，你们楚国是要与我东晋宣战吗？钟离城，你想多了，这些话只是本殿下的个人意见，和楚国没什么关系。做人呐，想象力丰富是好事儿，但是太丰富了就不好了。君荆兰，和二皇帝齐名的人物，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本公主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被冤枉。既然你一定要说自己被我打了，打人的名声我都背了，那不动手岂不是太亏了？朝霞郡主瘫在地上，已是半晌没能说出一句话。漠北大皇子，现下你看见了吧？贵国公主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我东晋郡主，简直无法无天。若是漠北不能给我东晋一个交代，那便等着兵戎相见吧。哎呀，待东晋的兵马都出去之后，本殿下就偷偷率军袭击东晋皇城，父皇一定会对本殿下大加赞赏。铜钱，你说是吧？楚长歌，你如此作为，就不怕楚皇知道吗？哦，你想找我父皇告状？告吧，本殿下这么多年已经被告状告习惯了，大不了就是1个月禁闭，罚俸半年。不会写状告信的话，本殿下还可以教你写。钟离城被气得半晌没说出一句话，跟一个破罐子破摔的人吵架，能讨到什么便宜？大不了派人暗杀了他就是。想着，冷笑一声：“告状，本宫没那么无聊。漠北大皇子，现下你们不能再抵赖了吧？”哼，东晋大皇子说了这么半天，也累了吧？那是不是该本宫说了？昨夜，皇妹被人刺杀，本宫抓获了一个黑衣人，严刑逼供了半夜，贼人已经招供。东晋大皇子想不想知道幕后之人是谁？来人，将刺客带上来。大皇子殿下，救我！救我！钟离城懵了，面前这个人他根本就不认识，所以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的人。霎时间，他也明白过来，而澹台己这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胡说！本宫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信口雌黄。啊！大皇子殿下，您……这不是本殿下的安危，分明就是有心之人的陷害。说是有心之人的陷害，还请东晋大皇子拿出真凭实据，指点一下本宫，为何这黑衣人谁都不陷害，偏偏陷害于你？东晋大皇子言之凿凿，要本殿下给你们东晋一个毒打郡主的交代，那你东晋派刺客暗杀，又当作何解释？东晋国盛，我漠北也不是吃素的。若是大皇子有意，本宫愿亲自领兵一战。好了，众位此次前来，都是来参加朕的登基大典，何必闹到兵戎相见的份上？还请两位皇子息怒，算是给朕一个薄面。好好的一个登基庆典，却被这个该死的女人搞得一塌糊涂。若非是在东陵，自己不好动手，他早就派人将他大卸八块了。既然东陵皇这么说了，本殿下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东陵皇，并非是本宫不愿意给您一个面子，只是王妹素来是父王的心头宝，如今到了东陵遭人刺杀，不为王妹报了这个仇，本宫回去无法向父王交代。其实本公主还想问东陵皇一个问题，为何本公主的殿内发生了那么大的动静，东陵皇的御林军却没有人进去救人？是东陵皇的御林军无用，还是……话没说完，黄甫轩的脸就绿了。难怪这女人会不知死活地动他的草纸，
感情是知道了他昨夜让人见死不救。但是这女人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翻出来说自己的御林军见死不救，自己却不能将草纸被卷了的事情拿出来声讨，所以只能咬牙切齿地开口：这是东陵不周，朕定会下令彻查，给漠北一个交代。那东陵皇可一定要抓出幕后真凶啊，否则说不准今日各国使臣又要奉诏去商讨机密。多谢公主提醒。公主，东陵长公主皇甫凌轩到了您的院内，说是久仰大名，想见见您。奴婢们说您不在，她竟然带着人闯入了您的寝宫，说在里头等着您。走吧，回去。对了，东陵长公主和皇甫轩是什么关系啊？是东陵皇的双生胞妹啊！公主，您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失忆了。皇甫凌轩走了。谭台皇冷笑一声，大概已经明白皇甫凌轩来的目的。几个大步跨入寝宫，在程雅的困惑目光之下，在屋内一阵翻找，最后目光终于落在了床上。啊，公主，您先出去，床上有东西。谭台皇则面无表情地将他拉开，几个大步走到床边，扬手一扯，又飞快后退一步，10几只蝎子随着被褥从床上掉落下来。来人呐！快来人呐！公主，您先出去。将这些东西都清出去，床上的东西全部换掉，屋内撒上硫磺粉消毒。啊，撒硫磺粉，那岂不是满屋子都是硫磺的味道？那您晚上怎么睡啊？我今晚不睡。有人能往他的床上扔蝎子，他能睡得着吗？公主，这一定是皇甫凌轩干的，我们去找大皇子他们说理去。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做的？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他也没想要我的命。蝎子致命的地方是尾巴上的刺，但既然尾巴已经被去掉了，就不过是想吓吓我，否则他也不会蠢到亲自来。那公主，难道我们就这样咽下这口恶气吗？你觉得我像是会咽恶气的人吗？谭台皇摸了摸下巴，一双贼眼看了看店门口那些守门侍卫的裤裆处，忽然猥琐地笑了。那公主，您打算传话出去，说本公主的店内发现了蝎子，本公主被吓病了，卧床不起。啊？为什么？哎呀，这还不简单吗？模糊了皇甫凌轩的视听，让他以为自己教训成功，那么他就算不到我今天晚上会找他报仇，也就疏于防范，也能让各国的人都知道本公主重病。出于礼节，他们是一定会来送礼聊天表示关切的，尤其是东陵的礼定然格外厚重。哎呦，殿下您慢点踩，奴才的肩膀都要断了。切，让你平日多吃点，现在好了吧？爬个墙也要本殿下如此辛苦。殿下，您站在人家肩膀上爬墙的叫辛苦，我这被人家踩着肩膀的算什么呀？这楚长歌大半夜的不睡觉，来爬他的墙做什么？殿下，您想见那个漠北公主，让人通报一声就行了，何必如此大费周章？你又不是没看见，谭台己防本殿下跟防狼似的，遣人通传，要是能进来才怪了。幸好本殿下这20年练就了一身爬墙的好本领。正所谓花褪残红青杏小，墙外不闻，墙内佳人笑。故而这佳人之笑，当然是要翻墙进来才能听得真切。殿下，您每次爬墙都是踩着奴才的肩膀好吗？您能有什么爬墙本领？还有那破尸，陛下说过您多少次了，没有才华就不要乱做。既然送上门来了，那就帮他报仇吧。
刚刚还想有个位高的人帮忙就好了，这就送上门了。楚皇子，您这大半夜的翻墙而来，有何贵干啊？今日月色甚美，本殿下想爬到墙头来看，这样才比较真切。看月亮要到我的院子来看。王兄来的时候带了一条狗来着，我去抓他来。等，不看月亮了？哎呀，不看了。不知公主有何事要楚某效劳？没用的东西！我是您的仆从，又不是您的梯子啊！终于见到公主了。皇甫凌轩的寝宫在哪里？前面左转，走过3间屋子，再右转，走过7间屋子，再往前700米就到了。父皇让他前来是和皇甫凌轩联姻的，所以他早就打听清楚了对方的住处，然后不管走到哪儿，都对那个寝宫绕道300米，坚决不过去。谭台皇走到屋顶中央，大概确定了里面人的位置，揭开2块瓦片，然后转过身去。尿。什么？他要自己在这儿撒尿，一个女人就背对着他站着，他就站在他身后撒尿，开什么玩笑啊！少他妈废话，你尿是不尿？真要尿。一旁的铜钱儿也艰难地咽着口水。殿下这要是真的尿了，他要不要考虑回去之后换个主子？你说呢？去，你去尿。什么？让他尿？要不要这么不仗义？你要是这么一点小事儿都不愿意为主子我奉献，回了楚国，本殿下就让你去为我父皇的饮食起居发光发热。话音一落，铜钱飞快扒裤子，动作十分熟练利落。为皇上的饮食起居发光发热，不就是做太监吗？铜钱红着脸，认真地执行着任务。啊！这是什么？下雨了吗？公主，屋顶好像漏了。公主表姐，你小心些。啊！这雨怎么有股骚味儿？一群废物，还不滚出去看看！竟敢在我皇甫凌轩的头顶上撒野，真是岂有此理！哎，铜钱啊！哦，是要奖赏他吗？他为殿下牺牲付出了这么多，是应该得到点奖赏的。太小了，都给本公主滚下来！他还是好的，就只是被溅了几滴尿在衣摆上，但是他身后的绮罗被浇了一个透心凉，头顶上啪嗒啪嗒的都是尿水，怒得他想吐血。公主，本殿下下不去，还请你让手下弄个梯子来。说完回头四下一看，只有蹲在一旁悲伤画圈圈的铜钱儿，屋顶之上是一片空旷。谭台皇他人呢？这件事情教育我们，没事儿一定不要去爬别人的墙根儿，有时候代价会很大的。公主，您可算回来了，大皇子殿下正到处派人找您呢。找我做什么？是这样的，方才北冥太子带着自己的宠物要来见您，大皇子说天色已晚，让他先回去。他就说您一定是出去私会奸夫了，不见到您坚决不走。大皇子殿下很生气，就派人来找您过去，但是您竟然真的不在。公主，您不会是真的私会奸夫去了吧？那个王八蛋在哪里？他竟然为了那个丑男人抛弃了风华绝代的本太子。王兄，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替本太子做主啊。王兄，我回来了。这大半夜的又上哪儿去？不过是去如厕而已。
如厕？哪个茅厕？为何下人们没有找到？怎么会去这么久？有没有人证物证？关你什么事啊？这男人简直脑子有毛病，就那点脏了他洗澡水的破事儿，至于到今天还不依不饶吗？谭台黄可不相信这货是真的看上他了，要是真的把自己惹火了，就给他一板砖，让他知道知道为何天上总是有如此多的星星。本太子是替王兄问的。王兄，你对他刚刚问的问题很好奇吗？不好奇。王兄不好奇，本太子好奇。公主今天若不给本太子一个交代，本太子就赖在这里不走了。小星星很配合。不给交代，小爷也不走了。太子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奇？对太子妃的动向，本太子自然十分好奇。好啊，那本公主就告诉你，本公主在寝宫之外往西侧绕到800米处的茅厕如厕，人证物证没有。至于为何蹲了这么久，是因为本公主正好有一点便秘。你这是想谋杀亲夫吗？太子见多识广，难道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笑里藏砖？笑里藏砖，不是笑里藏刀吗？皇儿，不得无礼。哎，王兄，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还是我们私下处理吧。王兄，我们先去处理点私人的事情。君金兰，你给老娘滚出来！王兄放心，皇儿不会有事。北冥太子，皇儿虽然胡闹，本性却不坏。若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本宫替他赔个不是。太子若是为了漠北联盟，并不需如此。本宫可以做主。王兄怎知本太子不是真心的？说了多少次了，不要轻敌。去见楚长歌了？主人，他欺负我。见了又怎么样？跟你有关系？自然有。主人，他欺负了我，你没看见吗？女人，爷说吃醋了，你信吗？男人，今日我说便秘了，你信吗？主人，他欺负我。若是将眼泪抹到爷的衣摆上，你便3个月不必再吃零食。虽然不哭了，但是看君金兰的眼神更悲愤了。主人竟然不给他出头，还威胁他，自己无用，还有脸哭？你不去追他？无非是回去锁上门哭上几日。叫爷出来做什么？是我该问你，大半夜不睡觉，又来找我的麻烦做什么吧？他这话音一落，远远的就有巡逻的御林军走来，秀眉拧起，被一大群人看见他和君金兰大半夜的在外头见面，那8成就真的变成私会了。私会还是在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比较好。我真后悔啊，刚刚没有多藏几块板砖。你与楚长歌是什么关系啊？朋友。朋友。朋友就是拖对方下水，在有难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跑掉？那当然，因为朋友就是用来互找麻烦的，还能用来互相伤害。谁若能成为公主的朋友，那可真是倒霉。公主这样看着本太子，是爱上本太子了吗？你想的太多。你这智商也不知道楚长歌那蠢货是如何上了你的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老娘是问你，为何对我如此另眼相看？哦，也想想。你到底是得有多居心叵测，自己的心思都能想这么半天？但是爷不想告诉你，怎么办？唉，爷，您若是想报仇，给个教训，或让人杀了他便罢了，何必这样戏耍人家？戏耍吗？不过是想让他陪着自己看一会儿星星罢了。小苗子，他不相信爷吃醋了，其实爷也不信。那是正常的，您怎么可能为女人吃醋呢？可是爷好像是真的吃醋了。啥？小苗子的嘴巴张得能够塞下一个鸡蛋，小星星那张狼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十分难看。主人的品味很有问题。昨夜宫中有没有什么消息啊？谭台皇是想问楚长歌被皇甫凌轩砍杀的事。消息？哦，有。昨夜楚国大皇子误坐了东陵公主的屋顶，好像还闹出了不大不小的事儿。还听说东陵公主对楚皇子一见钟情。公主，你怎么了？你确定皇甫凌轩是一见钟情了？是否真的一见钟情，您要去问东陵公主啊。她的心思我怎么可能知道？只是听说楚皇子回去之后没多久，宣公主就遣人送了丝帕过去。在东陵，女子送男子丝帕等于是送定情之物，应当是没有错。那楚长歌什么反应？楚皇子，说来也奇怪，楚皇子若是不回礼，便表示无意；若是回馈玉佩，就表示愿意结亲。但是他竟然遣人找了一块一模一样的丝帕送了回去，说是礼尚往来。公主，您昨夜和北冥太子在屋顶上坐了一夜，想来大皇子殿下是知道了。您以后还是注意些分寸，奴婢看大皇子昨夜好似心情不太好。王兄也是关心我，可以理解。这话一出，程雅张了张嘴，却没有接着说下去。他觉得大皇子昨夜的表情不像是单单出于对妹妹的关心。到了谭台几的门口，对方已经穿戴好出了门，脸色果然不太好看，那张比女人还要美上3分艳上7分的脸上满是不悦，对着谭台皇皱眉冷哼了一声，竟然连招呼都没打就直接走了。昨夜没拦，原以为这丫头知道分寸，哪知道她竟然和君金銮在屋顶上坐了一整夜，不知体统。但真正让她觉得抑郁的是，这心头一阵一阵的莫名烦躁，完全不知因何而起。你知道吗？昨夜皇上换了御林军体制，这御林军体制自我们东陵开国以来就从未变过，这次说变就变了，也不知皇上是怎么想的。哦，改成什么样了？其实也不算是大变，就是以后给皇上端册旨的太监换成了1等带刀侍卫，听说还是4个1等侍卫一同随侍。哦，难怪昨儿看叶王千岁和翼王千岁从太上皇那儿回来，路过御花园的时候说什么皇上最近出宫都大张旗鼓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很开心。皇甫轩武功高强，
这样的距离应该听见了。没有。虽然我为东陵的一等带刀侍卫找到了一个好工作，避免他们练就了一身武艺之后悲催失业，大大提高了东陵武林高手们的就业率，东陵皇也一定觉得我居功至伟，但其实我一直很谦虚，所以并不十分高兴。乐死我了！找大内高手手茅房。见过东陵皇，大皇子不必多礼。今日诗会，不知公主可有把握？把握谈不上，就是有些惊为天人的雕虫小技。青皇公主，您的侍婢手上拿着的是北冥太子的披风吧？什么？这个披风是北冥太子的？啊，事情是这样的，昨日本公主在皇宫看见一个人影被一条恶狗追着飞跑，但离得太远没看清，而这披风也就是她仓皇逃命之时落下来的。今日拿来也是为了让大家辨认一下，看看这是谁的，也好还给她。黄甫轩嘴角一抽，看着这女人的嘴脸，第一次觉得也不是那么讨厌。你们是没看见啊，那个人被狗追杀的时候上蹿下跳的，就跟个猴子似的，还差点摔了个狗吃屎。谭台皇越说表情越是激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了泡沫四溅、手舞足蹈的状态，拼命地抹黑君金兰的形象。说句大实话给你们听，本公主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逃命方式，简直堪为逃跑界之楷模，真的应该给她颁个奖才是。年度最佳逃命奖。不知这年度最佳逃命奖，公主给奖品否？奖品还是有的。哦，东陵皇，先前您说愿意迎娶本公主为后，不知这话是否还作数？自然是作数的。话一说完，看着那女人面上的奸诈笑意，他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北冥太子，这东陵皇后之位就是本公主的了。现在呢，我把它作为奖品奖励给你，祝你和东陵皇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对了，早生贵子估计不太可能，但是百年好合还是很有可能的。颁奖仪式结束，大家鼓掌。如此甚好，本殿下就先恭贺东陵皇和北冥太子了。王者联姻，这真的是范大陆前所未有的一段佳话。莫被公主无礼，辱我君王，罪当严惩，否则臣就撞死在这大殿之上。东陵陛下，小妹从小便十分顽劣，不识礼仪教养，喜欢开玩笑，还请东陵皇和北冥太子不要往心里去。太子妃跟本太子开个玩笑，本太子自然不会生气。本太子相信东陵皇也不会生气的。皇叔，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小孩子玩笑罢了，何必较真？本王赞同皇兄的看法。若是一个小小的玩笑都不能容忍，何嫌我东陵气量？说话间，琥珀色的眸子放在皇甫爷的身上。当年皇兄喝了忘忧水，不再记得心中所爱，而自己却记得。小锦，这丫头不怕死，胡说八道的风格，和多年前他们初遇小锦的时候一模一样。今日，本太子为漠北公主准备了一件礼物。昨夜太子殿下听闻漠北公主身体不适，特命800里加急刨死2匹汗血良驹，才于今晨将这东西送来。公主昨夜说
自己肠胃不适。本太子得知，这香蕉是最能通肠胃之物，包治公主的便秘之症。你是不是背着爷做什么了？星爷什么都没做。但君金兰却觉得不对，微微皱眉，正要出言制止谭台皇的动作，谭台皇却已经夺过谭台己的香蕉，一把塞入自己口中，并点头评价：由朕和北冥太子做评委，今日彩头便是千叶观音，公平起见，朕和北冥太子就不参加了。君金兰闻言点了点头，并无其他意见，狭长媚眸却一直盯着谭台皇，看他吃过那个香蕉后是否有什么异样。主人，不要看他，看我吧，我比他好看多了。那便由本公主先来。皇甫凌轩第一个站了起来，要是自己没猜错，他十有八九要借此跟楚长歌表白吧。井底点灯深竹衣，共郎长行莫为奇。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什么情况？为什么有一种和他前世跟着木子玲喝了碧生源减肥茶一样的感觉，格外的想拉屎？这个王八蛋竟然给他下泻药，怎么了？我说了一个字，剩下的实在没好意思说要出宫还是要拉屎。哼，青皇公主此种表情，是本宫做的不好吗？那能否请青皇公主赐教作诗一首？谭台皇现下哪有什么心情作诗？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憋一憋，但是发现越来越憋不住了。可大家现在都逼着他作诗。日照香炉生紫烟，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厕所在哪边？厕所呢？星爷得逞了。胆子不小，挺好。小星星一抖，挺好。每次主人说这样的话，他就会倒霉。这次难道是泻药的事情被看穿了？主人，人家什么都没有做，人家趁着下人们都不在的时候，悄悄地往香蕉上面倒了半瓶子泻药，人家真的什么都没有。主人，我错了。谭台皇蹲在茅坑里，整个人简直要拉虚脱了。而皇甫轩的那些宫女太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半天都不给他送纸来。来人！这一叫，外头没人回答。谭台皇眉梢一挑，霎时明白了，皇甫轩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给自己草纸。小气的男人，他咒骂他断子绝孙。公主要草纸吗？废话。公主，这方圆500米可是一个人影都没有，除了本太子，没人能救你。所以，公主啊，你若是叫本太子一声好夫君，爷就把草纸给你，如何呀？就在他恼火间，一个不明物体从茅厕外飞了进来，谭台皇赶紧伸手接住，定睛一看，正是草纸。君金兰，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看过御医没？爷就是喜欢你这性子。君金兰，你到底给老娘下了几斤泻药？哦，爷一点都没下。这个问题恐怕你要问小星星。问星爷做什么？他是因为肠胃太好，消化功能太强，跟星爷没有关系。哼！公主在想什么？谭台皇冷哼一声，因为拉虚脱了，导致腿脚都有点发软。他咬牙道：都说北冥太子运筹帷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难道猜不到我在想什么？见过北冥太子，漠北三公主。那块玉，
和前世他从小携带在脖子上的那块玉一模一样，是妈妈留给他的遗物。原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看见，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公主，一块玉佩而已，竟然让你觊觎到看红了眼。好好的怀念之情就这样被打断，谭台皇黑着脸藐视。你简直就是一只多嘴多舌的啄木鸟。唇际笑意一僵，就知道这女人不识好歹，但她这泼辣凶狠的样子比方才红着眼睛看着舒服。一块玉佩罢了，本太子一句话就能帮你夺了。你就吹吧。那我们就赌一把，若是本太子赢了，公主就下嫁，如何呀？若你输了呢？本太子与人打赌从未输过，今日若是真的不幸输了，那本太子就嫁给你。输了就嫁给我？哼！你若输了，盖红盖头吗？盖。北冥太子和漠北三公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是啊是啊，堪称郎才女貌。君金兰似笑非笑，默不作声。谭台皇脸一黑，为了那块玉佩也就没吭声。哎，本殿下觉得青皇公主和本殿下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至于北冥太子天造地设的那个人，可不是青皇公主。愿闻其详。不知楚皇子以为北冥太子天造地设的人是谁？哈哈哈哈，这还不简单吗？天下人皆知有并世双雄，北冥太子君金兰，君子如玉，身长玉立，无双风华，艳惊天下。另有大楚太子楚玉离，公子若琼，心若琉璃，惊艳绝伦，冠盖精华。铜钱嘴角一抽，大皇子殿下忽然提太子做什么？所以呢，众位不觉得这两个人才是绝配吗？本太子回去之后便准备聘礼，还请大皇子一定带回去。你可是大媒人呐！这样的大事儿，自然是你情我愿才好。本殿下还是先回去问问皇帝的意思再说。太子不必着急。本殿下今日要为青皇公主赋诗一首：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为玉兮玉兮。殿下，陛下说了您多少次了，不会作诗就不要乱作。剩下的几句本殿下忘了，等本殿下想起来再做给公主听。那这场诗会便到此为止了。众位大人以为谁的诗句最妙？东陵皇，这评委不是你我二人吗？问各位大人做什么？那不知北冥太子以为？本太子以为魁首应当是青皇公主。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厕所在哪边？本太子才疏学浅，到了现在都无法接出下面两句，故而本太子愿意承认青皇公主的才学在本太子之上。若是各位大人能接出青皇公主的下面两句，本太子愿协同2万大军，亲自送大人回国。北冥太子所言极是。说不定漠北公主自己都不知道下句。呈给东陵皇吧。一把挥起，那张纸如同粉末散开，成为一地血沫。他深深地觉得看完这首诗真是污了自己的眼。这场诗会漠北公主胜。皇兄，
皇甫凌轩满面不服气，娇俏的容颜上尽显不满。好了，不过一场诗会罢了。皇叔府上有一块青鸟魂翠，薛丫头，待会儿命人去取来吧，不会比千叶观音差。而谭台挤在一旁看着皇甫晔，有些失神。这位皇叔原本该是他们的叔王，这一瞬间的失神自然没有逃过谭台皇的眼。不过这皇甫晔和王兄长得确实像得过分。公主，本太子赢了。可我没答应跟你赌，也有你没有料到的时候吧。不过话说，你能离老娘远一点吗？这么近距离的看着你的脸，老娘会想要流鼻血啊！作为回礼，公主便告诉本太子这首诗的下半句。本公主不想说。那本太子若是猜到了，公主便兑现之前的承诺，如何？好，我答应。爷，那个漠北三公主实在太过分了，竟敢戏耍您。这天下美女何其多，您何必对她如此上心呢？是啊，这天下美女何其多，胆敢戏耍爷还能戏耍成功的，她是唯一一个。君金兰浅笑，微微合手望天，心情颇好。原本心中对那女人朦胧的感触也慢慢的清晰明朗起来。爷，您这是找虐呢还是找虐呢？爷，亲皇公主的那首诗您真的能接下去？爷接不下去，但有一个人可以。若是他都不行，这天下怕是真的没有人能接下去了。您是说夫人？夫人是太子殿下的干娘，想法也是稀奇古怪，说不准真的可以。主人，我要吃天山圣果。君金兰没反应。听见没有？星爷要吃天山圣果。不给星爷吃，星爷就放屁虚你。君金兰看了一会儿他的屁股。你出宫之后屁股擦干净了吗？糟了，屁股没擦干净。我那会儿还对着谭台皇撅了半天，丢死人啊！不，丢死狼了。等他抱着狐狸尾巴扒了半天，发现自己其实擦干净了，君金兰已经没影了。主人，你伤害了我。小星星，敢给老娘下泻药，老娘今儿玩死你！谁想算计星爷？哎呀，哈哈哈哈！警告过小星星了吗？爷，奴才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告诉了星爷，今晚不要出门。若是出去了，可能遭遇不测，但是听不听就看星爷了。给干娘的书信，今夜必要送到。爷请放心，今夜一定能送到夫人手上。楚皇子，本公主的手艺还不错吧？香而不腻，入口沁皮，咽下之后口留余香，实乃本殿下生平仅见。这次你又想做什么？也没什么，只是想试试含笑半步癫、泻药、养阳粉、合欢散、迷药等各种药混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说不准我还能研究出来一种新型药方，为人类的医学做出杰出的贡献。哎呀，这个烧鸡的做法呀，全天下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楚皇子今日多吃点儿，否则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他跑出去抱着他的大腿认错，能否化解前嫌呢？
不行不行，星爷是有节操的狼，怎能为了一只烧鸡出卖自己的操守？可是好想吃。诶，那是什么？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嗯，好机会！哈哈，星爷的狼品实在是太好了。听说这当晚呀，北冥太子的狼疯了，又唱又跳又笑，闹腾了半夜，还像喝醉了似的，脚不虚浮的到皇甫凌轩的寝宫门前狼嚎了一曲，又跑到南齐使臣的宫内咧着狼嘴傻笑了半个时辰，还跑到东陵皇的奏折上跳了一支优美舞蹈，并留下了几个题印。最后小星星又奔到了西吴女皇的寝宫，正逢女皇洗澡，她一跃而起，疯狂袭胸，落入浴桶。被捞起来的瞬间，又往浴桶中拉了一泡狼粪，然后华丽丽的晕倒。主人，帮我出气！哼，拉肚子不过是因为你肠胃好，消化系统也好，关旁人何事？大皇子，你真够哥们儿！能为公主效劳，是本殿下的荣幸。那既然你都觉得如此荣幸了，那我就不专程感谢你啦。我的寝宫到了，我先回去了。大皇子晚安，认识你很高兴。殿下看见了吧，人家根本对您不屑一顾。他若是对本殿下另眼相待，本殿下反而不屑一顾了。百里惊鸿，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了我5两银子？爹爹偷了娘亲5两银子。嗨，5两银子而已，爹爹会猥琐的去偷吗？娘亲，等等，难道是哥哥你偷了？今日你不是买了柴米油盐回来吗？我若没记错，便是5两。我忘记了，你知道的，人年纪大了，记性难免不好。我知道你是一定不会介意的啊！对了，你在看什么啊？金兰送来的信。南宫瑾歪着脑袋一看，上面就写着2句话：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厕所在哪边，还望干娘不吝赐教。这小兔崽子，亏得人家说他北冥太子财震天下，就这么一句破诗也要来烦我。飞流直下3坨屎，疑似没带卫生纸。这卫生纸是何物？卫生纸啊，就是……等等，这诗句不是前世整蛊用的吗？怎么会有人知道？金兰可说了这诗句从哪里来的？海东青传信，只有这2句话。老乡，难道是老乡？晨儿，进来。这是给你金兰哥哥的回信，还有这个，让他问一问出题之人，可能接下我这诗的下2句。若能接下，就一定是老乡了。百里如烟踮起脚一看，床前明月光，地上鞋2双。娘亲，你好猥琐。晨儿，记住了，这封信至关重要。不放心，便换人去。你这小兔崽子，有你这么跟娘说话的吗？这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娘亲，哥哥已经大了，不能叫小兔崽子了，应该叫大兔崽子。哼，我也。娘亲，我也要去。冷子涵叔叔又跑了，我去问问金兰哥哥，也许他知道。说了多少次了，你冷子涵叔叔年纪大了，不适合你。不是你说爱情可以超越年龄吗？我先走了。东陵皇宫，谭台皇的院内，四下躺了一地的黑衣人。哎呀，爷是不是说了，你若回了诗会，今夜必有杀身之祸？你怎知道我打不过那些黑衣人？他们死了，还会有下一波。
你是说皇甫凌轩？还不算太笨。我现在忽然也想把皇甫凌轩置于死地了。你没错，皇甫凌轩也没错。那问题该出在哪里？你是说有人从中挑唆？站住！见着本公主也不行礼。公主算个什么东西？在我程雅的眼中，只有我们漠北的公主。放肆！来人，给本公主把她拿下！我澹台皇的侍婢，看谁敢拿！青皇公主，众目睽睽，你的侍婢无礼在先，今日不处置了她，本公主威严无存。本公主不信听到的，只信看到的。程雅被你欺负的哭成这样，还能是她的错不成？常言道，打狗也要看主人。你堂堂公主之尊，欺负一个下人，也不怕遭人耻笑？我皇甫凌轩遭人耻笑，怕是漠北公主遭人耻笑吧？难道你长这么大，都不知道什么叫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吗？原来宣公主也知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那为何到了你身上，就随意听信旁人胡言？你是说绮罗骗我？好，本公主这就去查。若你说的属实，本公主就为昨夜之事亲自登门赔礼。至于想把本公主当枪使的人，本公主也不会放过。但若你说的是假的，那本公主也不会与你客气。宣公主，即便我说的是真的，你也不必赔礼道歉，因为你我之间的账马上就算清楚了。公主，看回击！公主，来人，快救公主！好了，账算清楚了。皇妹，哼，你没想到吧？本公主会游泳。宣公主不是也没想到本公主会武功吗？我们扯平了。好，有个性。你这个朋友，我皇甫凌轩交定了。本公主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宣公主还是另找他人吧。皇兄，他不跟我做朋友，你赶紧下一道圣旨命令他，要不然你娶她为后也行，不做朋友就做嫂嫂。本公主相信，有了这样心思灵巧、敢作敢为还深明大义的国母，我东陵必胜。凌轩，不得胡言。宣公主天真烂漫，童言无忌，这样的话不必放在心上。而且青皇公主早已对本太子芳心暗许，海誓山盟，如何能做东陵的国母？北冥太子，本公主是何时对你芳心暗许、海誓山盟了？这个臭不要脸的！皇兄，臣妹觉得……够了，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还不回去换衣服？哼，没眼光的皇兄！我告诉你，不管你同不同意，你这个朋友我都交定了。还有，储长歌是本公主的，你要是敢抢，就是亲姐妹我也不认。奴才们拜见东陵皇上、北冥太子、漠北大皇子、三公主。平身吧。你们是？回东陵皇上的话，奴才是西吴女皇的内侍，奉了女皇陛下的命令，请北冥太子一句。哎呦我的妈！西吴女皇盛情相邀，本太子应欣然而往。只是今日不巧，本太子要游园，没空。这怎么
本太子的话说得不够清楚。北冥太子，昨夜您的爱宠做下的那些好事儿，难道就不该给我们女皇一个交代？女皇陛下亲自派人来请，您竟然还不给面子，未免……区区一个内侍，也敢对本太子大呼小叫？是本太子最近看起来太好说话了吗？奴才们知错，请北冥太子息怒。几个下人罢了，太子何必动怒？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滚！公主可否告知本太子，方才那太监刚来传话的时候，你面露笑意，是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你为了国家利益成了西吴女皇，也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的男宠呗。本公主是以为西吴女皇对北冥太子倾心，乐见其成，故而笑了。是吗？公主既然不愿说，可否让本太子帮忙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猥琐啊？人家姑娘心里想着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竟敢这样对我主人讲话！奈何他长得太小，谭台皇刻意微微看天，根本不低头瞅他，藐视意味十足。都以为这只坚持不懈、乐此不疲的狼疯了的时候，他终于登上了君荆兰的肩头，并成功地俯视了谭台皇。谭台皇无语，原来他折腾了这么半天，就是为了竖个中爪给他看。哎呦，皇上，不好了，不好了！太后娘娘中毒了！什么？你说清楚，怎么回事？皇上，太后中毒了，是御医诊断出来的。还有，太后是吃了漠北三公主遣人送去的糕点才中毒的。我什么时候送糕点给太后了？但大家都看见是你宫中的婢女程雅送去的。来人，给朕将那个程雅抓来。是。好你个君荆兰，欺人太甚！女皇息怒，西吴与东陵一战在即，不宜再得罪北冥。朕当然知道，故而才没有直接发难，派人去请他来，他倒好，竟然还当众杀了朕的人，如此得寸进尺，简直欺人太甚。女皇，既然这样，您不若釜底抽薪，除了君荆兰。北冥若是没了君荆兰，必然变为一盘散沙，届时我们就可以……好，来人，传朕的命令。母后，您怎么样？本宫没事，皇儿莫要担心。朕问你们，母后这是怎么回事？启禀皇上，皇太后这是中了毒，中的是镇毒和穿肠散，3日内若是找不到解药，恐怕……难道还要朕教你们不成？皇上，臣等。太医令，你说。皇上，臣等无能啊！这镇毒和穿肠散都是剧毒，若是分开或还有救，可混合在一起，臣等完全束手无策呀！是谁指使你给太后下毒的？啊？给太后下毒？奴婢没有啊！没有？那你告诉朕，这东西是不是你送来的？一句不实，朕便将你送出去榆林寡。
是奴婢送来的。什么？说，是谁指使你的？黄甫轩说着，满含杀气的寒眸已经扫向谭太皇。今日正午，奴婢奉了公主的命令，演戏给宣公主看，事后便先回了寝宫。一进了公主屋内，便看见桌上有一个食盒，旁边留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字，是吩咐奴婢将这盒东西送与太后，所以奴婢就送来了。你是说，这东西是放在桌上，写了纸条让你送来的，而非公主亲自让你拿来的？程雅点头。来人，将青皇公主和这贱婢带下去，交由大理寺卿严加审讯。东陵皇，漠北大皇子，朕知道你暧昧心切，但朕的母后中毒在此，却不可不查。皇太后是朕的生母，还请大皇子体谅。带走。等等，东陵皇，此事还未查清楚，便将青皇公主也关押，是否太过了些？人证物证俱在，这贱婢也供认不讳，难道还能另有隐情？哼，一个奴才的话算什么？东陵皇为何不问问青皇公主？公主，这件事情是你做的吗？东陵太后与本公主无冤无仇，本公主为何要毒害她？更何况毒害便罢了，还派自己的贴身侍婢来，生怕旁人不知道是我想谋害皇太后吗？公主此言在理，本太子认为此事疑点重重，东陵皇还是不要妄下定论。不若东陵皇就卖给本太子一个面子，先将这侍婢收押，待事情查清了，再定青皇公主的罪责。正巧本太子与天下第一公子百里锦臣还有几分私交，或许天下第一公子百里锦臣也是武林第一美男子，更是这一代的神医，若是他出手，东陵太后也许还有救。既是如此，朕就静候北冥太子佳音了。但望太子一定帮忙找到公子臣，若能救得母后，朕必有重谢。本太子既然已经承诺了，定当尽力。可君金兰与公子臣相识，若是无他，母后的毒怕是不能解。不若等几天，等母后的毒解了。放虎归山，终成大患。等几天你母后的毒解了，君金兰便是傻子等着你去杀吗？轩儿，不可妇人之仁。父皇，儿臣明白了。只是君金兰武功高强，想要他的命，恐怕要用龙魂位。儿臣这就去调查。听到这儿，谭台皇已然是明白了，这两人是商量着要对付君金兰。父皇，儿臣今日来是为了另一件要事。母后中了毒，想见您一面。太医们都束手无策，若是找不到公子臣，恐怕3日之后母后就要……您不去看看吗？寡人累了，你出去吧。父皇，恕儿臣无礼。儿臣想问您一句，您心中的女子，当真就比母后好吗？既然她那么好，那您当初为什么要放她走呢？话音一落，几个大步离开了乾隆殿，头也不回。他知道这句话会刺得父皇千疮百孔，痛不欲生。公主，您这是……你赶紧进去通知君金兰，让他避一避。有人今晚想杀他，据说还会出动什么龙魂卫。哼，公主放心吧，
那些个宵小之徒想算计我们太子爷，根本就是白日说梦。一炷香之前也已经出去了，正在宫内瞎转悠呢。至于那些个龙魂卫，哼，等着他们的是我们太子爷布下的天罗地网。既然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哎，公主你就先回去吧，方才奴才可什么都没跟您说。我明白。谭台皇的心下无比烦闷，既是想着程雅的事儿，又是思虑着那妖孽跑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正好被皇甫轩的人撞上，又会不会是帮他找证据去了。想着飞快摇头，不可能，帮他找证据，他哪有那么好心？还有，他被皇甫轩的人撞上，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这想得太认真，却没发现房梁之上正有梁上君子，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沐浴。上次谭台皇看了君金兰，这一次君金兰是不是该看回来呢？还想继续看，便注意一下你的口水。小星星当即反应过来，努力地将口水吸回去，可是哈喇子很快又流出来，又吸回去，那眼神中色眯眯的光芒也更甚了。而谭台皇已然脱完，修长的腿伸出，跨入浴桶。爷忽然忘了，你是公的，不能看，会长针眼的。主人，你就在心中以为我是母的吧？还有主人，你也是公的，难道你不怕长针眼吗？谭台皇此刻还没有察觉屋顶的异样，安然地泡在浴桶里，白皙的颈，艳丽的鹰，纤细的腰，修长的腿，胸似乎小了些。主人，我不嫌弃他胸小，让我看看吧。啊，谁？这一仰头，便看见屋顶上那个杀千刀的妖孽，还有他手中的小星星。感情这皇甫轩要杀他，他却跑到自己这里来，还偷看自己洗澡。你看见了？哦，没看全。看了多少？公主，胸太小，看不见多少。去你的！谭台皇抄起一旁的屏风，卯足了力气朝他砸了过去。可这伸手抄屏风没遮住胸口，自然又露出了几缕春色。这下郁闷了半天的小星星终于看见了，先是激动一喜，随即狼眉一皱，也是很鄙视地看着他。胸太小的比了比爪子，数了数，按照主人干娘给的尺寸标准，这最多也就是个 B 吧。公主何必生气？本太子又不是不负责，既然都看了，不如我们洗个鸳鸯浴如何？好啊，我们洗个鸳鸯浴。所谓鸳鸯浴，自然就是只用同一个浴桶以及同一个浴桶中的水洗澡，这可是你自己建议的。太子爷，这鸳鸯浴洗得爽不爽啊？谭台皇若是没记错，这货是有洁癖的，上次一根头发落入浴桶就能将他激怒，这次被淋了洗澡水，还不气死这个王八蛋？你胸太小就不要讲话。胸小的女人就是脾气大。主人，你干什么？没看见星爷正在逃命吗？对于坏了自己俯览春色大业的狼，是一定要教训的。于是，悲伤的小星星就这样被自家主人交到了谭台皇的手中。主人，你卖狼求荣！
半晌之后，谭台皇终于拔毛完毕，在小星星的身上巡视，欣赏自己的成品。原来你丫的根本没有胸。爷是公的，能有什么胸？没有常识的坏女人。北冥太子，你方才说什么来着？本太子说，公主胸小，拿捏起来将不太费力。想必你我成婚之后，夫妻生活也会非常和谐。公主不必找了，本太子进屋之前，考虑到可能会看见什么，为防不测，已经将屋内的桌椅板凳都处理了。难道公主进门的时候就没发现少了什么吗？好了，该看的本太子也看了，公主洗澡水也泼了，那公主就不想知道本太子是为何而来。如果太子想说你是为了看我沐浴而来，那本公主从今日起必将发愤图强，勤练武功，为求有朝一日能将你埋在草地之下，也好养肥了土壤，为春天的绿草做些贡献。公主舍得？那你就试试看，我舍不舍得。原本本太子是怀揣着一片真心，想来告诉公主这案子该如何破解，但公主却如此无情。既然如此，本太子就先回去沐浴更衣，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告诉公主吧。哼，慢走不送。太子殿下就接着装逼，本公主就不信，没有你，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主，指望你说句软话，真难。那你说是不说？说，但本太子要先沐浴。纯洁了很久之后，忽然猥琐的四处一看，反正没有人，偷看一下也没事吧。公主若是想进来，便进来吧，爷并不介意。我介意，怕长针眼。谭台皇硬着头皮，口是心非。公主，皇太后中毒之事，并非不能解。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解法，而这个解法，我们的王兄当也知道，只是怕你感情用事不答应，故而没有用，也没有跟你提。是我的王兄，跟你没有关系，谢谢。说事情不能好好说，非得一边洗一边说。这三更半夜，月黑风高的，难道不知道她是个正常的女人吗？那就要看公主舍不舍得了。你是说杀人灭口？公主也不笨。我只对该狠的人狠。程雅对我忠心耿耿，若是两军交战，为了国家大义，我可能舍了她，但单单为了我个人安危，就要置她于死地，我做不到，也做不出。哈哈哈哈！若是这般，就只能去解开这个谜团了。其间会牵扯到宫廷机密，一个不小心便是生死命运。公主想好了吗？也总比坐以待毙或杀了身边的人保命强。那好，东陵皇太后，东陵夜王，这两个人你尚有机会见到，从他们身上你或许能得到你想要的。谭台皇先是被他的声音诱得心底一荡，荡漾完了才发现人家在说正事儿，赶紧补充：我知道了。公主不必克制，想进来看看或做点别的什么，本太子都不介意。
某些事儿克制太狠，对身体不好。你想太多了，我一点都不想进去，也没有克制什么。谭台黄嘴硬着开口，只是那张厚比南山的老脸微微发烫。这死妖孽大半夜的在自己屋子洗澡，难道不是想诱惑自己对他做点什么吗？其心可诛，怎么能怪自己？更何况自己已经很把持了。别以为星爷不知道你想偷看我主人洗澡，你敢看我咬死你！小星星，做狼不可太小气。他想看，便让他看看。爷的身材无任何瑕疵，并没有什么拿不出手的。不给！再说，被看的又不是你，爷根本不介意。我恨透了爱情，恨透了你！我的胸，我的胸！你有胸吗？我的毛，我的毛！夜王殿下，黄福夜。漠北公主的脾气真不小。再好脾气的人，也不会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装睡。那不知公主深夜造访，所为何事啊？今日之事，夜王殿下应该知道。本公主希望……一个侍婢罢了。公主冰雪聪明，难道想不到应对之策？何须如此大费周章？而且，若是查不出来，公主的性命恐怕都保不住。侍婢的命也是命，如果夜王殿下知道什么，还望不吝告知。公主问错人了，本王一无所知。王爷，皇兄，何苦为难这些年轻人呢？皇兄，东陵夜王的皇兄，那就是太上皇。太上皇毒害自己的妻子，嫁祸给素昧谋面的自己，这个会不会太离谱了一点？王爷，您明知道他在那里。是啊，明知他在。青皇公主，好巧！公主，这大晚上的，你我都能宫中相遇，实在是有缘。楚皇子，难道你不知道我现在是杀人疑犯吗？你也不知道避避嫌，离我远一点。哼，那有什么？在我楚国皇城，但凡出了点事儿，父皇第一个就想到本殿下。本殿下可常年都是嫌疑犯。这不，前天晋国公的世子骑马摔了一个半身不遂，父皇马上就修书问是不是本殿下做的。原因嘛，就是他先前跟本殿下打了一架。你在东陵，离楚国远得很，这件事情怎么会跟你扯上关系？你父皇真是……是啊，我父皇真是圣明。本殿下出发来东陵之前，早就让人在晋国公世子的马上动了点手脚。嘿，公主这是想去哪儿啊？可要本殿下帮忙。不论想去哪里，本殿下可都能带你去哦。哪里都行，天牢也可以。哪里都行。哎呀，铜钱儿，慢点撒，呛死本殿下了。殿下，为什么每次您讨好美人，倒霉的都是我？公主，你这是？还有没有这样的迷药？也送我几瓶。啊？哎，回去之后，本殿下让人送几瓶过去。公主，您怎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对你动刑了？
他们偏要奴婢承认是您有意指使奴婢毒害皇太后，奴婢不认，他们就动刑了。但是奴婢什么胡话都没有说，公主您放心，他们就是打死奴婢，奴婢也是不会诬陷您的。我没来错。公主，程雅没有毒害东陵太后，程雅真的没有，公主你要相信我。我信你，我若是不信你，就不会来了。公主，您相信程雅没做就够了。只要您相信程雅是清白的，程雅即便是死了也无憾。别说傻话了，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死。我来是想问你，今日屋内的那张纸条，你可还留着？程雅赶紧从袖口掏了掏。在这里，奴婢随身收着，那些狱卒也不曾搜身，所以还在奴婢身上。谭台隍一把接过，淡淡扫了一眼，放入袖中。而就在这会儿，听见天牢之外一阵响动。糟了，本殿下忘了，子时是负责看守天牢的御林军换班的时候。楚皇子，这可如何是好？要是让人知道我这大半夜来私会程雅，他们一定会说本公主是来串口供的，到时候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就说是本皇子想查案，强拉了你来的。不，这可不行，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被抓，拉你下水，本公主怎么好意思？而且我们要是都被抓了，这案子就没人查了。殿下，您快想个主意啊！唉，要不本殿下和铜钱出去引开他们，公主趁乱逃了吧。楚皇子，你实在是太伟大了，此等大恩，本公主没齿难忘。快点，你们赶紧出去引开他们吧。哎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铜钱儿，走吧。来人，抓刺客！快，抓刺客！有人劫狱！他们跑得太急太远，竟然没有注意到谭台隍这三人。难道还有刺客？本公主真是人品太好了，进牢房也有刺客同时潜入皇宫，为我提供逃命机会。哼，本殿下认为是自己重情重义，感动了上苍。楚皇子大仁大义，此番恩情，本公主定然不会忘记。本公主还有要事，就先回去啦。爷，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庆皇公主也逃出来了，现在已经回宫了。这女人一刻都不让爷省心。皇儿，我们有证据了。有啥证据？凶手百密一疏，用了最普通的纸张，模仿了你的字迹，却忘记了墨水这一点。这不是普通的墨水，是10年前东陵研制出来的蘸墨，只供东陵大内使用，从未外传，即便是王爷们手中都没有，所以这东西便是最好的证据。大皇子殿下，听说是东陵太上皇吐血了，现下正在传御医。马上派人将这消息放大，就说东陵太上皇吐血，怕是挨不过经验。记得一定要将消息传到凤翔宫的附近，让皇太后听见。你到底是谁？这是皇儿吗？绝对不是。皇上，证据已经找到了，相信您该明白这件事情与本公主无关。你以为朕会相信？皇上，方才太后去看太上皇了，下人们没拉住，太后还吩咐了，任何人都跟着，不许告诉你。敢不敢去听听他们会说什么？证据是真是假，你一听便知，
有何不敢？臣妾这次来，一来是来看看陛下，二来是想问问陛下，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为何到了如今却忽然想要臣妾的命呢？是，你碍着寡人的眼了，就是你的这张脸碍着寡人的眼了。你知不知道，寡人恨透了你的这张脸。陛下，臣妾原本以为你很爱臣妾的这张脸呢。是，寡人是爱这样的脸，可寡人更恨你，恨你为什么？你和他有一张如此相似的脸，却偏偏不是他。不论寡人对着你这张脸多少年，你都不是他。你告诉寡人，你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能将一个帝王逼成这样？我不是他，我当然不是他，我是云霓裳，不是什么苏锦屏，更不是南宫瑾。当年是你自己为了天下大业放他走，如今你却来怨我。我只是个替身，只是那个女人的替身。我一心一意的对你，我将心都掏出来给你，你却要杀我。就因为我不是他，黄浦淮寒，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你为什么就这么狠？为什么？你可以怨恨，寡人并不在意。好，你不在意，你不在意我的感情，也不在意我的生死。漠北的公主又是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何要嫁祸给她？轩儿待她不同。仅仅6个字，说明了原因。皇甫怀寒不能让轩儿步他的后尘，帝王不可有情。趁着情还未起，趁他还活着，便由他亲自替轩儿斩断。感情这自己悲催的惹祸上身，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自己命太大了。黄甫轩没杀自己，所以他老爹看不过眼了。即便你不将我当成妻子，轩儿和凌轩也是你的亲骨肉。凌轩出生便和那女人有几分相似，得你另眼相待，便也罢了。可这么多年，轩儿自出生起，你就未曾认真的看过他一眼。待到轩儿大了，你一直是教他治国之道，从未尽过一个父皇的责任。难道这些年你心中都无愧？寡人没有儿子，寡人有的只是王位的继承人。你一定觉得朕很可怜，很可笑吧？唉，做皇帝的都可怜，你叫我这个做公主的情何以堪啊？是啊，朕是皇帝，不可怜。你父皇他虽然不爱你，但是他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你。想哭就哭吧，这里没有人，我不会笑你，也不会说出去的。父皇没错，若是朕在天下和女人之间，也会选江山。朕不想哭，因为朕是帝王，帝王永远不会落泪。那程雅，程雅，朕会放了，朕也不会杀你灭口。条件是今日之事，你不得向外透露半句。至于毒害母后的凶手，已经伏诛。好啦，我滚啦！记住你今天的承诺。这一生，黄甫轩将永远记得，有一个人，有一句话，照进了他的心，不轻不重，却在他的心口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谭台皇，你敢出轨？
主人，打死这个出轨的坏女人！主人，我是怎么出轨了？你出门，爷便跟着，防范着你被皇甫轩杀了。要是公主真的红颜命薄，哎呀，爷就变成官夫了。那会儿爷沐浴，让你看你不看，三更半夜了，却出去给一个丑男人递情书，你到底是什么眼光啊？他现在严重怀疑，在这个王八蛋眼中，是不是除了他自己，其他男人都是丑的？君金兰，你确定你脑子没病？本公主跟你可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出什么鬼？你的身子可是被爷看全了，难道你还想嫁给别人不成？也成，你去嫁，前脚嫁了，爷后脚就让天下人知道爷看过你的身子，看你的夫家是休妻还是不休。我擦！金兰哥哥，是你吗？公主，看来你我的婚事要成了，你也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嫁给风华绝代的本太子了。放屁！同样是女人，同样是绝色美人，为毛人家长兄他不长？这不公平啊！这位是，漠北三公主澹台皇，你们先聊，我先告辞啦。他要回去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没被君金兰伤害，没被小星星伤害，却被百里如烟的兄伤害了，真是哭瞎了。等等，先听完了诗句再走。一封是你的，一封是娘的，还有一封是父亲让转交的。公主，飞流直下三坨屎，疑似没带卫生纸。爷说的可对？是你对出来的吗？公主只说了要本太子对出下半句，可没说一定要是本太子想的。还是公主敢赌，输了却不敢认。难道你就是金兰哥哥要娶的人？这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哎呀，原来一路上听说的金兰哥哥不惜打滚10000次，还要提鞋围着皇城跑10圈的，也要迎娶的嫂嫂就是你啊！我是百里如烟，初次见面，这是我给嫂嫂的见面礼。一个铜板。按照换算来看，这个时代一个铜板等于21世纪的5毛钱。5毛钱，这就是见面礼。偏生得百里如烟还是一副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模样，看着那个铜板，看了一会儿，又飞快地伸手从澹台皇的手掌拿回去。那个嫂嫂，我知道你不是爱钱的人，我还是不勉强你收我的钱了。说完，赶紧把钱揣入袖口，一副生怕人家抢的样子。我不是你嫂嫂，不要乱叫。嫣儿莫要懵了，你嫂嫂害羞。害你妹！嫂嫂，你不要介意，我只是借金兰哥哥问几句话，问完就还给你。我怎么会介意呢？因为我跟他根本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公主，你当真要食言而肥？这一问把澹台皇问住了，他非常想拍着自己的胸脯说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说过的话一定会履行的。但如果履行的代价是嫁给这个高深莫测、叫人猜不透心绪，还说不准啥时候就把他做了烤乳猪的男人，那还是算了吧。但是这么多人都在，他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人，真是纠结。金兰哥哥，你知不知道冷子涵叔叔又跑哪儿去了？我可是把你的皇宫和他们的魔教总部都翻遍了，愣是没有找到他。莫师傅是不是也不在了？你怎么知道？那你还不知道他的下落？
这跟他的下落有关系吗？这都看不出来，他们私奔了。他们两个男人私什么奔？你不信，那爷就不知道了。锦晨啊，帮我救一个人。你知道我的规矩，一命换一命嘛，就拿小星星的命换。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你别管他们，我哥哥就是这个德行，说话从来都是有多短就说多短，脾气也不好。但说句实话，嫁给我哥哥绝对比嫁给金兰哥哥安全，你要不要考？话音未落，两道目光落到百里如烟身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娘亲说了，识时务者为美女。好啦，天色不早了，本公主回去睡觉，你们开心。谭台皇，回去可以，但是你我的赌约，你敢娶，我就敢嫁。金兰哥哥，娘亲让你帮忙问他的那句话呢，你咋不问？3张纸条中有1张字体飘逸，是爹爹的字迹，上面只有一句话：做你自己的事，多余的莫问。要是让娘亲知道爹爹坏了他的事，8成得出人命。这个晚上，谭台皇做了一夜的噩梦，梦里全是君晶兰的那些被剥皮拆骨烘烤的烤乳猪。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一照，就发现2个巨大的黑眼圈。不行，他不能往火坑里跳，跳了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而不复返了。小白菜呀，地里黄呀，3两碎呀，没人疼呀。谭台皇唱着唱着，刚刚走到谭台集的院外，他就出来了，一见王兄当即不唱了，让谭台集知道自己和君晶兰打赌还输了自己的婚事，8成得将他训斥10天半个月。王兄，陪我去找皇甫轩要人怎么样？求死之人不救。天下人皆知公子辰的脾气，从来都是他说不救就是不救，把剑放到他脖子上都没用，而且通常剑还没拔出来就已经被他杀了。母后危在旦夕，朕请公子一救。贵国太后并无求生欲念，即便我救活了，又能如何？只求公子一救。百里锦臣沉默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因为被皇甫轩的态度感染，还是昨夜答应了君晶兰，终于转身往殿内走。而转身的一瞬，美如清辉的眼眸淡淡地从谭台皇的身上扫过。就在他们深深担心自己会探病探得被迫减肥之时，终于传来百里锦臣清冷的声线：好了。不等皇甫轩回话，也没再多说旁的话，百里锦臣便已经从寝殿出来，谁都没看，谁都没理会，径自走人。多谢众位关心了，毒害母后的凶手已经就地正法，昨日险些错怪了亲皇公主，也请公主不要见怪。至于公主的侍婢，朕已经吩咐人放回去了，还请公主放心。那便多谢东陵皇了。众位都在这儿用膳，怎么就唯独不叫本殿下？难道是本殿下不讨喜？哎呀，怎么会呢？怎么会？不过是各位大人来探望母后，到了时辰，便一同用膳罢了。原来如此，那真是太巧了。本殿下四处散步，竟然也能与各位大人相遇。真是对牛弹琴。大皇子请坐吧。楚长歌又笑着点头，跟铜钱使了一个眼色。铜钱当即会意，将几个瓷瓶拿出来递给谭台皇，正是昨夜谭台皇要的迷药。
谭台皇也不客气，伸手就收下。公主啊，你我既然已经是未婚夫妻，何须再拿旁人的东西？想要什么，跟本太子说便是了。北冥太子，此言何意？他谭台吉怎么不知道？倒是楚长歌不很在意，未婚夫妻算什么？他楚长歌不是那么浅显的人。昨夜青皇公主已经答应本太子的求婚了。皇儿，此言当真？当真。钟离寒身着一身宫女的衣服，满面不敢置信地看着君金兰和谭台皇。怎么会？他就走了2日而已，他们就已经订婚了。北冥太子，你真要娶她？君金兰没吱声，但意思已经写在明面上了。那难道让我做小也不可以吗？这妖孽娶这女人不也挺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捉弄自己？不过这种苦情剧看起来还真是有意思，看得太高兴，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这场苦情剧里的原配夫人。哦，那你要问问太子妃的意思。姐姐，求你了，姐姐，我这一生唯一的心愿就是嫁给太子，求姐姐成全。你要是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这嫁自然是指正室，因为侧室都只能被称为纳。他这哪里是要做小啊？只要自己一个同意出口，这丫的就成了正室了。谭台皇对这妖孽可没什么感情，什么太子妃的位子他也没兴趣，可他却容不得有这样的人算计他。唉，既然你这么想跪，又这么不想吃饭，那我就不勉强你了。你呢，就饿着跪在这儿吧。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大家也都听见了，你可千万别反悔啊。青皇公主果然是与众不同。爷的太子妃当然与众不同。北冥太子，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太子觉得这件事要请示父王，方能有定论。王兄放心，昨夜本太子已经派人通知丞相，代替本太子去漠北提亲了，相信很快就有定论。既然如此，那便等父王的意思了。只是婚事定下来之前，还请北冥太子不要胡乱称呼，污了皇儿星誉。姑娘家的名节何其重要，若是让父王知道了，定然要斥责本殿下。王兄放心，岳丈大人若是怪罪，一切由本殿下承担。这都在干什么呢？好生热闹！拜见皇兄。起来吧。谢皇兄。这是？公主，这位是东晋长公主，北冥太子与漠北三公主婚事大定。东晋长公主这是在跪求漠北三公主让她做小。青皇公主都还没进门，就有不要脸的抢着要来做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谬。青皇公主不要理会，贱人都是如此。凌轩，不得胡言乱语。是啊，贱人都是如此。皇甫凌轩、谭台皇，你们……哼，本公主如何？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对着本公主大呼小叫？我皇甫凌轩是帝王胞妹，按照辈分来算，还比你长了一辈。教训你几句怎么了？难道本公主哪一句话说错了？恭喜，你终于找到机会站起来了。来人，将东晋长公主带下去，
传御医诊治。众位，用膳吧。陈大人，听说您喜得贵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请我等喝酒啊？多谢各位大人关怀，届时一定送上请柬，一定。公主，何时你也为本太子生个儿子出来，也好请各位大人喝酒。太子殿下，当初你不是说只要本公主答应了你的求婚，你愿意拎着本公主的鞋围着皇城跑10圈吗？本公主现在已经答应了，太子殿下提鞋跑吧。黄甫轩、谭台己、楚长歌这3人的眼中都浮现出一丝幸灾乐祸。公主，本太子说了，会拎着你的鞋围着皇城跑10圈，没错。但本太子可没说是自己亲自拎。这话一出，最高兴的就是小星星，他就知道主人永远不会被人家欺负。小星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是爷最信任、最倚重的狼，可不要辜负了爷的期望哦。啥？主人，我不去。主人，我的老年风湿又犯了啊！腰椎间盘好像也有点突出哦，还有我的老寒蹄呀。哼，只要还能动，就给爷去把事办好了。啊，主人，不好意思，我已老年中风，不能动弹了。你胸前的2片叶子挺美。小星星呀，地里黄呀，2、3岁呀。天哪！北冥皇太子，北冥皇太子！怎么了？公主不高兴？你说呢？原本是想扳回一局，却被君金兰4两拨千斤，抓了点语言上的漏洞，又给带回去了。公主，本太子若是拎着这双鞋，围着皇城跑了10圈，你便高兴？当然。那好，本太子今日就围城一跑，为红颜。天哪，那是谁呀？太英俊了！哦，我的天，扶我一下！啊，我知道了，那是北冥皇太子。你看，他眉间一点朱砂，是了，一定是。哦，天哪，我这一生竟然能看见北冥皇太子，就是卸下死了也甘愿了。公主，本太子可跑了。你跑啊！谭台皇就料他不敢跑，但是很快的，让他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太子爷勾唇浅笑，又是迷得一众女人神魂颠倒之后，微微提步，竟真的跑了起来。啊！天哪！北冥皇太子，北冥皇太子！青皇公主，你可满意？满意。谭台皇心情复杂的回话。君金兰就这样扎扎实实的跑了整整10圈，她还能有什么不满意？那你我的婚事就这样定了？定了！定了！青皇公主嫁！公主，可要本太子亲自为你穿上？不用。
君金兰，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真的跑10圈，为了他能高兴？谭台皇不相信。公主不觉得今日起这婚事儿你再也赖不掉，而本太子的威望也更高了吗？公主，本太子已然跑了10圈，你我这婚事还作数吧？作数。爷，您今日这一跑，当真是为了……小苗子，今日这一跑完，你猜天下人都发现什么了？发现您对亲皇公主的一片痴心，也知道了你们的婚约。还有一点，自今日起，将再没有人敢轻易跟他表真心，也再没有人敢轻易站出来跟本太子抢他。唉，又要洗手了。久久不愿醒，又久久不盖被子，还把下人都轰出去躲着一个人练功的结果，就是成功的患上了感冒。多大的人了，晚上睡觉也会感冒？王兄，我可是病人，你不安慰我就算了，还教训我。那是你欠教训。禀大皇子，东陵皇和御医们已经到了门口了。你知道吗？我方才去御膳房给公主拿早膳的时候，听见养心殿那边的宫女说，东陵皇今儿个一早听说我们公主病了，连早朝都免了，直接宣召御医，并带着一众御医就过来了。真的吗？哎，那你说这东陵皇打的是什么主意？难道也喜欢上我们公主了？嘘，这话可不要乱说。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可惜公主都答应北冥太子了，东陵皇注定只能空想了。不过北冥太子也好英俊，给我们做驸马也挺好。都胡说八道什么？小心公主撕了你们的嘴！那还都站着干什么？还不上去为公主医治？启禀皇上，亲皇公主只是染上了风寒，只要臣开上一副药，喝上几日便可痊愈。麻烦东陵皇了。无妨，这是应该的。哎呀，看来本殿下来晚了。楚皇子，漠北大皇子不必多礼。铜钱儿。漠北大皇子，这是百年海参、千年灵芝，还有万年何首乌。这一报出来，所有人都惊了。这可是一件赛一件的宝贝，件件价值连城。楚皇子，皇儿不过是染上了风寒，这些东西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此厚礼，我们可不受。哎呀，什么可受不可受的，本殿下别的本事没有，宝贝却是多得很。收下吧，公主病好了，也需要好好调养，不是？这话说的没错，楚长歌的宝贝恐怕比楚皇的都多，因为他们听说的最多关于楚长歌的消息，总是楚皇的什么宝贝又被他偷了。既然这样，那本殿下就不推辞了。端走端走，本公主不饿。哦，太子爷微微挑眉，向身后看了一眼，他身后的宫女马上将那个罐的盖子打开，一阵香味扑鼻。公主当真不饿？谭台皇刚才吃了那么多的药膳，现下闻着这东西，能不想吃？本来是不饿的，现在饿了。吃到肉的感觉真幸福，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真是太好吃了。这是什么东西？味道真不错。木瓜炖雪蛤，本太子给公主的丰胸大礼。皇儿，不得无礼。谭台皇狠狠地瞪着君金兰，咬着牙没吭声。
这个王八蛋，这世上绝对不会有比他更贱的人了。自己兄小关他什么事儿？需要他这样变着花样讽刺？王兄不必生气。常言道，打是亲，骂是爱，这是本太子与公主之间的情趣。情趣你妹夫！皇儿，先喝药。方才那碗汤里头放了公子臣给本太子的护心丹，溶在汤中。公主方才若是老老实实的将汤喝了，这风寒定然立马就好，现下也不至于要喝汤药。谭台皇在心中飞快地自问自答，狠狠地瞪了君金兰一眼，然后一把夺过谭太极手里的药，鼻子一捏，仰头就灌了下去，就是要让这贱人知道，区一碗中药而已，他谭台皇还没那么菜，怎么可能连一碗中药都顶不住？哎呀，公主都喝了，本太子正准备说，幸好还有一颗护心丹。你给老娘滚！滚！他真是倒了18辈子的霉，才会遇见这个性格恶劣的混蛋。只是以后做事小心些，可别再被你父皇发现。皇叔，父皇退位之前曾经交代过，让朕为本王赐婚。是。父皇说，100年之后，你的王爵也该有人继承。而且柯大人家的千金等了你很多年，已经误了她出嫁的年纪。好，找钦天监挑选黄道吉日吧。不能求得心上的人，娶不娶，娶谁，又有什么分别？皇儿，你是真的想嫁给北冥皇太子？怎么看都不像啊。谭台皇哭丧着脸看向他。你没看见他吗？一天到晚除了给我气受，就是变着花样给我气受，还不知道他处心积虑的要我嫁过去，是想怎么收拾我？我怎么可能想嫁给他？我又不是嫌命长，只是先前跟他打了一个赌，不小心输了。你若不是真心想嫁，这桩婚事倒未必能成。此言何解？谭台皇仿佛看见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十分激动地看着谭太极。原本因为那该死的木瓜炖雪蛤和阴暗的天空，瞬间被谭台极的这句话照亮。父王曾经说过，你是我们草原上的凤凰，不会把你嫁到别处去。他从前也说过，会在我们漠北其他部落的王子里面为你挑选夫君，这样就能一直留在草原。而北冥离漠北太远，我想父皇应该是不会答应。我说王兄，这样的好消息，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啊？他要是早点知道，至于这些日子吃不好睡不好吗？父王素来疼你，若是你一定要嫁，他定然会同意。先前见你答应了求婚，故而我没有说，哪里知道你并非真的想嫁。程雅，赶紧给本公主拿钟鼓来，还有各种锅碗瓢盆，本公主现在就要庆祝，好好的庆祝。给本公主打起来，敲起来！我的热情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他要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激动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了花朵。
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很快就有人将这消息奔走相告，内容是漠北三公主疯了。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她感觉脑袋现在有点晕眩，要回去休息一下。我的热情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他不是只是得了风寒吗？难道还烧坏脑子了？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外头是怎么回事？西边皇太后是漠北三公主带着一众宫人在宫里到处唱歌呢。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殿下，您以后不要说您认识我，我再也不要跟您扯上任何关系了。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了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外面是什么声音？启禀太上皇，是漠北三公主带着宫人在唱歌呢，还有楚国大皇子在伴奏。看来是寡人多虑了。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感情是来跟君金兰示威的。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流下去。是啊，要分离，我高兴的眼泪掉下去啊。爷，您说漠北公主这到底是怎么了？也许是有人告诉她可以不必嫁给爷。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的走下去。哦耶！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公主，不好了，不好了！哎，一边去！这样的好日子还有啥不好的？别打扰我唱歌。是不好了，王上传信给大皇子，说他虽然不愿意您远嫁，但既然你已经答应了北冥太子，所以他也就只好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公主！小苗子，你知道他这叫什么吗？他这叫乐极生悲。公主，您先醒醒啊！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您别这样吓唬奴婢啊！谭台皇也不知道是被他的深情呼唤感染，还是知道自己晕菜了也改变不了某些事实，终于强迫自己清醒，并艰难地站直了身子。看来太子妃已经知道岳丈大人的意思了。本太子正想把这个好消息告知太子妃，却没想到太子妃已经提前庆祝了。庆贺你妹啊！要是知道故事的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打死老娘也不玩什么庆贺。但是输人不输阵，丢脸丢到这个份上，要是再不挽回点什么，以后这妖孽就真的能得意到天上了。是啊，本公主已经提前庆贺了，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值得高兴了。我的太子妃啊，你这庆贺恐怕还不够啊。
虽然已然是锣鼓喧天，却还没有鞭炮齐鸣。在这样的好日子，没有鞭炮助兴，怎能毫无保留地彰显你我愉悦的心情呢？小苗子，爷，奴才已经准备好了。公主，你说这鞭炮是放还是不放？放！佳人来袭风过江，大风起兮云飞扬。游鸾凤栖归故乡，遨游四海的岐黄。今朝醉醒忘年乐，好时日西宫欢唱。谭台皇听着这词儿，还有这鞭炮的声音，脸色越发青紫，却硬憋着没吭气。这要是换个时代，人家还真以为这货是在过春节，还什么今朝醉兮万年乐，好时日兮共欢唱。这节目真该拉到春晚上去表扬，还能彰显我国古典文化。太子殿下，你庆贺完了吗？庆贺完了，本公主就走了。庆贺完了。君金兰清楚得很，现下已经踩到了谭台皇的底线上。要是自己还在伤口上撒盐，谭台皇可就真要不管不顾地和自己干上了。闹得不好，最后难堪的很有可能是自己。我的太子妃，今夜可以一个人出门，但切莫多个人出门，否则……请太子爷放心，本公主今晚没准备出门。没跟王兄打招呼，也没打算带着程雅，胸口揣着凤玉9天的武功秘籍，背上背着一大堆金银财宝，鬼鬼祟祟地探出了自己的寝宫。殿下，您动作快一些，奴才的肩膀都快断了。哎，知道了，区一点小事儿就大呼小叫。区一点小事儿，我的身上背着一个足足50斤重的包袱，肩膀上还扛着您这100多斤的大男人，您竟然好意思说这是区一点小事儿？哈哈哈！就知道公主今日要走。你怎么知道？本殿下自然知道。本殿下不仅知道公主要走，更知道公主此举是为了逃婚。公主可不要多想，对旁的事情本殿下不懂，但对公主是否真的有意与北冥太子成婚，本殿下还是能看出来的。故而本殿下便大胆猜测公主不日将逃，没想到今日一来就正好撞上了。谭台皇听完点了点头，这货作为古代第一泡妞高手，能猜到这个确实也不奇怪。那不知楚皇子前来是为何？公主莫不是在怀疑楚某的诚意？不瞒公主说，从见到公主的第一面起，楚某就已经倾心于公主绝艳的容貌和奇异的处事风格了。哼，你骗鬼去吧！殿下，你也有受挫的时候吧？公主，这一路上若有本殿下这样的美男子相伴，既可排遣寂寞，又有人帮忙付账，这样的好事儿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你就真的不考虑跟本殿下私奔吗？私奔是要的，但私奔是指本公主一个人四下奔逃，跟你没有关系。你丫的，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公主，你别忘了，本殿下有好多宝贝，若是我们一起私奔，一定能成功的离开皇宫。若是要出宫，君金兰的寝宫是必经之路。
那么被发现的概率就更大了。现下要是有了楚长歌这个帮手，说不定可以事半功倍。公主，考虑的怎么样了？这一路上，本殿下保证，绝对不给你添麻烦。皎洁月光之下，有3个人神情鬼祟，举止猥琐，飞快奔逃。爷，您知道青皇公主今日要逃，为何不拦？你要知道，人也好，物也罢，总是被压迫着，必然会想反抗。压迫得狠了，还容易出问题。所以他想逃，便让他去逃。本太子有的是时间陪他慢慢玩。爷，奴才忘了告诉您，青皇公主不是一个人逃的。楚长歌。是的，我的太子爷，您可真是神机妙算，连跟他一起逃的人是谁都能猜到。哼，好你个谭太皇，逃就罢了，竟还敢与人私奔。铜钱，我们的烟花弹呢？殿下，上次您为了讨好迎香阁的胭脂姑娘，把您从太子那里敲诈来的烟花弹都炸上天了。就这货还号称对自己一片真心，坑爹呢！楚长歌尴尬的咳嗽数声，狠狠地转过头瞪了铜钱一眼。没有了就说没有了，为何要将原因说得如此仔细，干扰他的烈焰大计？烟花弹没有了，那就把麒麟粉拿出来。哎呀，殿下，奴才想起来了，上次御剑山庄的庄主练剑，你夸赞了他的剑术，并下令把皇子府所有利于行走江湖的东西全都搬到御剑山庄了，麒麟粉就是其中一样，您忘了吗？铜钱，这御剑山庄的庄主是男是女？当然是男的呀，可英俊了，那是武林有名的美男子啊。那位胭脂姑娘和御剑山庄的庄主现在在哪儿呢？殿下，您嗓子不舒服吗？哦，对了，公主，他们现在都在殿下的后院呢。谭thái皇无语地看着楚长歌一片空白的脸，他只知道这货是天下第一纨绔，没想到居然还男女通吃。殿下，没有什么利于出宫的好东西了，全都被你……知道了。楚长歌黑着脸打断，再被这蠢货说下去，自己完全没戏唱了。我就知道你没有什么用。公主啊，本殿下说了能给你帮忙，那就一定能给你帮忙啊！待会儿本殿下和铜钱一人往东，一人往西，去引开宫门口那些人。公主先趁乱出去。等到明日，本殿下再光明正大的出宫，去与公主相会。啊，大皇子，你实在是太有本事了。快去吧。楚长歌再次无言。殿下，这关我啥事啊？为毛你讨好美人，我要与你一人往东，一人往西啊？你就不能自己一个人往东跑跑，跑完再奔西面吗？为什么要连累我这样无辜的人呢？引开他们。铜钱大悲，有这样的主子，自己一定是上辈子没做好事。一抹眼泪，伤心地背着巨大包袱要跑，可还没迈动步子，又有一波御林军从另一个方向而来，两边包抄，他们是躲不掉的。末将拜见大皇子殿下，青皇公主殿下。哼，起来吧。不知道大将军带了这么多人包围本殿下和青皇公主，到底意欲何为？将不敢，还请大皇子殿下和青皇公主不要误会，是皇宫的藏宝阁失窃，皇上下令让末将在整个皇宫搜查，并严令属下一定要守住宫门，不能让宵小之徒出去。难道你去偷了皇甫轩藏宝阁里的东西？哎呀，公主忘了，那把钥匙本殿下已经送给你了，本殿下怎么可能……这一下，御林军副统领狐疑的目光
就放到了谭台皇的身上。我们只是路过。青皇公主，那可否请您行个方便，让末将看看您的包袱，以后跟皇上有个交代。副统领原本以为这两人不会太好应付，没想到竟然这么好说话，直接就扔了，想着赶紧低下头认真的一扫，发现里头并没有皇上说的青玉鼎。多谢大皇子和青皇公主，末将冒犯了。里面没有贵国皇帝的东西吧？哦，没有，只是现下天色已晚，不知你们二位这是？大半夜的，一对男女带着下人背着包袱潜逃，怎么看都是有奸情的样子呀。莫非他们也想玩一把外头民间线下流行的私奔？那你就要问楚皇子了。他没事就喜欢在本公主面前炫富，说自己有多么富有，又是如何腰缠万贯，金银财宝无数。本公主很生气啊，就背了包袱，带着自己所有财产出门，和楚皇子好好的比比谁更有钱。他以为就只有他一个人是土豪吗？其实本公主也是。哼，是啊，最后事实证明本殿下比青皇公主有钱。本公主比较有钱，分明是本殿下比较有钱，差不多就行了，再装会过头的。你可记住了，今日的事情不要说出去。本公主特意挑了晚上，还有这特殊的地方，就是冲着这个时辰这里人少，也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在比较。这样人家会以为本公主人势利又喜欢炫富。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确定他们不会将今晚之事说出去？不会说的天下皆知，但会成为公开的秘密。公开的秘密？就是你让旁人帮你保守秘密，并嘱咐对方不要说出去。但是呢，大多数人都会嘴痒，保守不住秘密。所以呢，他会忍不住告诉自己亲近的人，并且嘱咐对方，我告诉你了，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然后呢，他亲近的人再这样告知自己的好友，最后这件事情就会天下皆知，但却没有一个人拿到明面上来说。这个呀，就是所谓的公开的秘密。所以啊，当你有什么秘密真的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时候，不是自己绝对信任的人，最好啊，谁也不要说。那公主方才还反复强调他们不要说，就是因为我如此反复强调，他们就会更加明白这件事情在我心中的机密性，所以才会更加心痒难耐，忍不住说出去，自然也就真正相信了我们两个是在比财产来的。所以啊，明日大家都会相信我方才的说辞，而不会传出关于男女关系的不堪言论。哦，所以公主是两害取其轻，宁可让大家都知道你我脑子有病，半夜出来比财产，也不能让大家以为我们是来私奔。是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都被人发现了，不给他们一点谈资肯定是不行的。反正在天下人心中，纨绔不成器的楚皇子和飞扬跋扈的青皇公主都不是什么正常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不奇怪，而且是真的不差这一条。皇上，请恕奴才多嘴，这青玉鼎分明就在您的手上，您为何还要派人去搜查呢？不在宫中搜查，难道要朕眼睁睁看着楚长歌和谭台皇跑出宫？可是皇上，青皇公主即便不出宫，那也是北冥太子的准太子妃，她跟您可没什么关系呀。您这不是在给北冥太子做好事吗？朕虽然不想帮君金兰，但更不能让楚长歌占这么大的便宜。若是那女人一个人跑了，是为了讨君金兰的婚，我还会帮上一把。
但是和楚长歌一起走，哼！皇儿，被发现了。皇儿，你要走便走，为何要跟楚长歌一起呢？啊，王兄，你知道我要走？难道我要做的事情有这么天下皆知吗？先是楚长歌半夜翻墙要求同行，后是小偷进了藏宝阁坏了我的好事，而王兄竟然也知道了。还有那妖孽今日中午说晚上出门莫要与人结伴。啊，对了，莫要与人结伴，与人结伴，难道这事儿就坏在楚长歌身上？像我这样一个大美女，从前活的是多么的肆意潇洒，自从遇见了君金兰那个混蛋，从此人生一片灰暗，往事简直不堪再回首。想我星爷从前是多么英俊潇洒，追求者多，爱慕者众，自从遇见了谭台皇这个狠毒的女人，从此胸前无毛，狼生一片灰暗，从前的辉煌都不敢再想。你们还没指够，女人以后别露出这种表情。哪种表情？比起看你脆弱的样子，也更喜欢看你张牙舞爪，因为那样脆弱的表情看着会心疼。少猫哭耗子假慈悲。你现在下去，今晚就别想睡了。我说太子殿下，您确定您这是神机妙算，而不是乌鸦嘴，所有的坏事都是你一说就灵了？哦，那好，爷今日就神机妙算一件好事。你今夜有艳遇。艳遇？入目是君金兰带笑的媚眸，唇上是她柔软的唇畔。谭台皇双眸瞪大，整个人完全傻掉，脑袋完全懵掉。什么情况？接吻了？不，是自己被人偷袭了初吻。旋即，君金兰伸出舌尖，在谭台皇唇上轻轻舔了一下，退后半米，味道不错。不错，你妈个头啊！混账，老娘的便宜是能占的吗？给我还来！这一吻下去，谭台皇顿时就傻了。他在干什么？他素来是有一报还一报，所以这状况一出，他条件反射的就回吻了。但是吻这种事情也可以用一报还一报的处理方式吗？小星星从他们两人的唇畔中间飞快一擦，两人被迫分开。主人，你真的变心了吗？你竟然当着星爷的面做出这样的事情！星爷告诉你，星爷很生气，星爷今天晚上要到你床上拉屎。哼，小星星，你坏了爷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知道。太子妃难得热情一次，若是无你，说不准他今夜就找机会将爷拆骨入腹。你少给我胡说八道，谁要将你拆骨入腹？哼，你吻我一下，我吻你一下，扯平了。那爷可不管，总之从今儿个起，爷就是你的人了。你夺走了爷的初吻和初二吻，不负责任怎么行？麻烦你搞清楚，是你先吻的我，并且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都还没要你负责。太子想多了，本公主不过是一报还一报，你吻了本公主，本公主就弄回一个仅此而已。哦，那公主的意思是不论本太子做了什么，公主都会一报还一报？那是当然，本公主不过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孤儿太子不要想太多。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如果我强睡了你，那我就强睡回。最后一个去字梗在喉间，上不得下不去。如此甚好，那本太子先睡上了一睡，再等公主睡回来，就看着君金兰在扯衣带，好像是要来真的。君金兰，你要是真敢脱，老娘就切了你的命根儿！公主如此激烈反对，是担心本太子不是处。放心，本太子绝对是符合公主的处男情节。欢迎验货。君金兰有力的臂横在谭台皇的腰间，这货不是有洁癖吗？他今天这种反常的反应，会不会是见鬼了，或者是中邪了？女人，做爷的女人可好？如此美男子，如此深情而又有个性的告白，换了任何一个女人，8成得幸福地晕倒在他的怀里。做你的女人，正房妾室还是外室啊？观自在菩萨警告我们不要被美色迷惑，太上老君急急如雷霆，美色令人误人误国。阿弥陀佛，此为清心寡欲必修之门也，善哉善哉，阿门。太子妃，你真会煞风景。若是答应如何？若你答应，万里山河，浩瀚天下，你想去哪里，哪里就会成为臣服于你脚下的土地。你想站多高，爷就能送你站多高。爷这真心，一生只一次。本来应该非常感动的谭台皇沉默了片刻，忽然飞快出手，往君金兰的手臂上狠狠地扎了一下。从谭台皇故作顺从地坐在君金兰怀中，实则悄悄伸手拔簪子，君金兰就看得一清二楚，却没想到自己说了这么一番话，谭台皇还是毫不犹豫地扎了他一下。这个女人当真心狠。太子殿下，本公主是为了告诉你，未经女人允许，永远不要随便抱别人，否则遇见心狠手辣的会流血。很不巧啊，我就是这样心狠手辣的。抱我？开玩笑。爷就是喜欢心狠手辣的女人。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对我如此另眼相待，是真的因为喜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但我只能说谢谢你的好意。想要什么我会自己去拿，这世上让人心动的东西，唯有凭借自己的实力得到，才会觉得自豪与满足。别人帮自己拿到的，只会觉得短暂的开心。开心与满足之间，我选择自我满足。太子妃只问了，若是你答应，当如何？还没问若是不答应，又当如何呢？难道你想杀人灭口，抚慰自己因为被拒绝而严重受创的心？你若不答应，那爷就只好用强了，用强取到强上，到强爱，一个都不会落下。太子妃就做好心理准备吧。也就是说，你刚刚问我要不要做你的，其实不过是随便问问，不管我答应不答应，其实对你都没什么影响。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毕竟总要走个求婚的过程，否则多年以后，太子妃忆起如今，会觉得本太子不解风情。我真是脑子有病，才跟你废话这么久。我没听到，我没听到，我没听到。谭台皇强烈的自我暗示，这才忍住了回头跟他拼命的冲动。怎么就情不自禁了呢？情不自禁的忘了自己的洁癖，将谭台皇拥入怀中，
情不自禁地问了谭台皇做自己的女人可好，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从前以为自己一生都不可能说出的甜言蜜语，甚至于谭台皇出手扎向他的手臂，他竟然也没躲，最后还情不自禁地又气得他跳脚。爷，他竟敢伤你，要不要属下？小猩猩激动举爪。要。你说呢？什么时候开始你也学会自作主张了？属下不敢，属下该死。今日扎了爷的胳膊，来日是不是要扎爷的心呢？见过东陵皇，同问西吴女皇安好。漠北大皇子，三公主，请坐。这位便是漠北三公主。正是本公主。北冥未来的太子妃。是或不是与西吴女皇有关系吗？朕不过是好奇，便随意问问。漠北三公主如此激动，莫不是有什么关系不能见人？像本公主这样每天都出现的，还有关系不能见人？那如同西吴女皇这般，到了东陵皇宫几乎都不露面的，算是什么呢？莫非是有惊天阴谋？若真如此，东陵皇可就要小心了。漠北三公主果然牙尖嘴利。西吴女皇客气，客气，还要多多向您学习。青皇公主果真谦虚，实乃当代女子学习的楷模。楚皇子过奖过奖。北冥太子到。这个男人便是君金兰。慕容复的心跳竟然也忽然快了不少。本太子来晚了，还请众位见谅。您啥时候来早过？哪次不是最晚？哪次不是迟到？不就是想着大家都在的时候，一同转头欣赏您那无人企及的风采吗？呸！哈，北冥太子客气了，请坐。身为女皇，她慕容复已经见过美男子无数，慕容复却生生地觉得这个男人的脸真的有点长到自己心坎里去了。原来是喜欢君金兰才找我的麻烦，早说呀，早说我就给你了呀。这种嘴贱的恶劣男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要是谁敢大着胆子嫁给他，那真的是寿星公主上吊，嫌命长。明日便是敝国360年的建国庆典，朕先谢各位远道而来。哈哈，东陵皇不必客气。那就让我们满饮此杯，愿祝各国都繁荣昌盛。也愿东陵繁荣昌盛。奏乐。话音一落，钟鼓齐鸣，编钟被敲响，二胡琵琶同奏，丝竹之声声声悦耳。30多名身姿曼妙的舞娘，身着一身薄薄轻纱，踩着轻巧的舞步间，歌声曼妙，舞姿动人，乃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哎，方才西巫女皇不是说有一件礼物要献给北冥太子的吗？南齐使臣听错了，这礼物不是准备送给北冥太子的，而是准备送给北冥未来的太子妃的。慕容复虽然不知道这君金兰是否真如传闻所言有惊天伟地之才，但仅凭这样的容貌就已经足以让慕容复心动。他慕容复的男人并不需要有多聪明，只要有一张能让自己看着舒坦的脸便足以。漠北三公主想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不太想。哦，朕一片盛情，想要送公主一件礼物，公主就半点都不动心吗？本公主和西吴女皇并无任何交情，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所以女皇的礼物本公主不敢受。
青皇公主何必如此客气？这可不是什么受禄不受禄，单单是朕的一片心意，只想和公主交个朋友而已。既然西吴女皇如此盛情，本公主就却之不恭了。但常言道，来而无往非礼也。西吴女皇都送了一件礼物给本公主，本公主自然也要回礼才是，这样方显得我漠北是礼仪之邦。王兄，你说是吗？皇儿言之有理。既然如此，那就请青皇公主收下朕的礼物，并亲手打开这黑布吧。黑布之下是一条巨蟒，乃是慕容复决定杀君金兰之后准备的几个杀招之一。原本是冲着君金兰去的，但是既然这个男人他看上了，自然就要改变主意了。本公主素来不喜欢占人便宜，否则会觉得浑身不适，心中难安。所以还是先将本公主的礼物送给西吴女皇吧。既然这样，那朕就先收下公主的礼物。请女皇笑纳，女皇收下了，本公主也要去收您的礼物了。慕容复顿了半晌，愣是没敢伸手去接。这吱吱吱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老鼠。老鼠是什么？那可是蛇的最爱。西吴女皇怎么了？为何不接受本公主的礼物？本公主一片盛情，这里面的东西都是花了好大一番力气才弄来的。西吴女皇就这样一动不动，是不给漠北面子吗？还是西吴人高傲？本公主求这么一点面子，女皇也不愿意给。还请女皇怜惜本公主的一片真心，待会儿一定要将这黑布亲手打开。不若就在本公主扯您礼物黑布的同时，一同扯开如何？这下好了，连扯黑布的要求也提回去。这号子可都是关得严严实实的，就算黑布扯开也不会跑出来，却应该可以让那条蛇看得更加真切，感受得更加分明，也让慕容复更加害怕吧。不若这礼物，你我都回去之后再打开看吧。女皇说笑了，你我都说好了，要互相接受彼此的礼物。本公主也答应了您要去揭开那黑布，众位大人都坐在这里，还等着看里头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呢。您现下突然不看了，众位大人心中该有多么失落呀！你忍心吗？那公主就不怕结果是两相欢乐吗？能和女皇一起欢乐，本公主赚了不是吗？太子妃收的礼物，自然也是本太子收的礼物。若是太子妃待会儿亲本太子一口，这礼物就由本太子代收，如何？北冥太子，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少说两句话，就可以少浪费点口水，也能为这世界省点茶水资源，你知道吗？这么激动做什么？又不是没亲过。这话雷的众人是礼焦，整个屋内什么都不剩，只剩下谭台皇一个人的磨牙声。君金兰，你再敢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而高坐在黄甫轩身边的慕容复见此，也顿时感觉一阵火气上涌，做事要去接谭台皇的礼物，实则狠狠一甩袖，一阵内力射出。大胆！北冥太子，你竟敢对我们女皇动手！女皇又如何？本太子的太子妃，本太子逗弄两句便罢了，可不是其他什么东西都能随意欺负的。哼，本太子从来不打女人，今日是个例外。若以后还有女人对皇儿动手，本太子不要这风度也罢。朕方才不过是接礼的时候手滑了一下，并没有跟青皇公主动手的意思，还请公主不要误会。倒是北冥太子的反应，是不是太过激了一些？君金兰，你我来日方长。哦，
既然女皇手滑了，那本太子也手滑了。谭台皇忽然出手，手中的笼子对着慕容复的面门飞奔而去。谭台皇，你……啊，女皇陛下，不好意思，本公主也手滑了一下。他自己的仗自己讨，自己打回来多解气啊！旁人帮他打，怎么都没有自己动手舒服。手滑了？那亲皇公主，这可是女皇送给本公主的礼物，女皇一片盛情，不若本公主现下就将它拆开如何？手滑了便手滑了吧，至于这礼物也罢了，送给公主的礼物岂能这么轻？来人，将这东西收回去，朕改日再备一份厚礼。既然这样，那便多谢女皇了。谭台皇倒也不接着为难，他自己的小命他珍惜得很，要是把笼子打开，那蛇当真先咬自己，这个亏就吃大了。慕容复心中气愤，也只得暂且咽下这口气。而谭台皇解决完了慕容复，便转过头看向那个多嘴的妖孽。他们亲过了，是亲过了，但是谁批准这个妖孽在大庭广众之下多嘴胡说的？谭台皇这一举动，让不少围观群众都没有把持住，瞪大眼张大嘴，等着看事态的发展。谭台皇的脚十分不雅地踩在君金兰的桌上，一口咬上她的唇。北冥太子不是说只要吻了你就是本公主的人了吗？前2次不算，今日这一次为准。现下不仅是初吻、初2吻，还有初3吻，本公主都多了，那你就是本公主的人了。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本公主说东你不准往西，本公主说西你不准往东。要逗弄也是本公主逗弄你，再敢戏弄本公主，本公主要你好看。喜欢装深沉，让你装个够，一天到晚当我好欺负，当我是品质优良的软柿子。为夫遵命。今日起，必为太子妃之命，马首是瞻，谨遵太子妃的教诲，并恭候太子妃随意逗弄，任意欺凌。我操！今天给本公主端洗脚水，装还装！这下不仅仅是黄甫轩的眼神凝了一下，就连楚长歌都不禁咽了一下口水。不过区区一盆洗脚水，这有何难？太子爷怎么越来越像老主子了？今日端了洗脚水，明日是不是还要学老主子跪搓衣板，被鸡毛掸子慰问？天哪，这都是给老主子和夫人耳濡目染坏了。那好，本公主今天晚上就等着你的洗脚水。公主，这是蜡烛、皮鞭、绳索、夹子等一系列逗弄用品，爷今日可是都让人找齐了，欢迎公主今夜好好逗弄并凌辱本太子。不知这东西都有什么用啊？能助太子妃将近日心中所积压的怨气全部都抒发出来，十分有益于太子妃的身体健康。本太子也都是为了太子妃的安危着想啊，才愿意牺牲了自己来给太子妃凌辱。原来太子爷也知道本公主心有怨气，不知太子爷可知这怨气都是从哪里来的？原因嘛，本太子倒是知道一二，是太子妃的气量着实太小，这一点需好好克制。经常生气，容易老得快。本太子虽然不介意太子妃容颜衰退，
但也担心届时太子妃站在本太子身边，会自卑。北冥太子的话讲得很有道理，本公主一听就觉得虎躯一震，深受震动，并对自己气量小的行为十分羞愧。实在是多谢太子爷的指点，本公主太膜拜您了，膜拜到想为您上一炷香。太子妃这么想给本太子上香啊，本太子自然也不好阻拦。只是在给本太子上香之前，太子妃啊，还是先将这盆子水销售了吧。既然这盆子水送来了，就是本公主的了，本公主有权随意处置它。程雅，倒掉。这水中化了洗髓丹，天下间只有一颗，于幼时未曾习武的人最有好处。太子妃真要倒掉，本太子也不会智慧，只是但望你不后悔。你怎么知道我线下在练功？猜的。我但望自己真是送来一盆洗脚水，只单单为博红颜一笑。但可惜我不是。男人该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女人更为心安，予她所需，赠她所求，救她所急，而不是做些毫无价值，看起来却情深不寿的事情。这盆洗髓水，公主愿收便收，不愿收，本太子亦不勉强。败家回宫，明晚不要出门，爷先去御书房，你飞鸽传书给如烟，让她去青黄阁帮帮那女人，记住，写上好处。哥哥，你说这鸽子能值多少钱？一语问出，理所当然的没有听到回话。无趣的瘪瘪嘴，睁开眼一看，便见着乳鸽脚下的一个竹筒，取下，然后打开一看，看着看着，先是一脸不情愿，一副很懒散的样子，但在看见最后的那句“事后有1000两黄金重谢”，眼睛一亮，咧嘴笑了。果然生如烟者父母，知如烟者金兰哥哥也。哥哥，你妹妹我去做一笔大生意了，事成之后回来请你吃饭，别误会是你买单，我先走了。小姐，好消息，有冷教主的下落了。冷子涵叔叔他在哪儿？在南海沿岸，有人说看见2个黑衣男子在那里交手，估摸着是冷教主和莫城主。我马上去。百里如烟走了2步，忽然想起自己手上捏着的纸条，还有金兰哥哥关于1000两黄金的重托。有了冷子涵的下落，其他的事儿自然都要靠边站。只是这1000两黄金就这样放弃，不是太可惜了吗？哥哥，金兰哥哥要我去帮未来的嫂嫂，这个我有别的事儿，不如你去帮我吧。哥哥，1000两黄金，你站住！你就帮我一次吧，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现下就死给你看。你若舍得死，我便去救。这话说到百里如烟的死穴上了，他有那么多钱没花，他怎么舍得死呢？而且娘亲教导他，钱很重要，但命永远比钱更重要。你最好老老实实去，不然我告诉娘亲说有1000两黄金唾手可得，哥哥竟然也不要。哥哥，这个伟大的敛财任务就交给你了，娘亲知道之后一定会非常高兴的。风雨9天第2重破了。啊，公主，怎么啦？像是见鬼了？公主，奴婢方才看见您的额头上有一只凤凰，不过只出现了一会儿就消失了。我看你是看花眼了，
哪有那么玄幻？时辰到，大礼开始。承天诏命，东陵建国360载，顺天命，创盛世，历代而传，不负先祖之业也。今建国庆典，普天同庆，着大赦天下，万民同乐。王兄，我去如厕。去吧，速去速回。别叫，你若是好好合作，我们还是朋友。东陵皇，你不会是在发酒疯吧？那你想干啥？塞臭袜子？你昨晚洗脚了没有啊？我上次塞你之前可是刚刚洗完脚新换的袜子，你可不能。女人，朕喜欢你。那个啥，你先把绳子解开，我们有话好好说。绳子解开了，你就不能好好听朕说了。女人，你听好了，这些话，朕这一生只说一遍。朕喜欢你。虽然你胆大包天，肆意妄为，虽然你唱歌难听，举止诡谲，但朕就是喜欢。也许是那天你在父皇殿前劝朕的那一句话，也许更早。朕不管你跟君金兰是不是有婚约，只要你愿意接受朕，这婚朕抢定了。你说什么？朕说，朕要你做我的皇后。老娘难得被表白，你就整个天崩地裂！老天爷，你坑谁呢？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东陵皇室修建的密道，是先祖为了防止有人逼宫所建。机关就在御花园假山的石头上，朕刚刚不小心按到了。你不小心按到了，那我们怎么出去啊？唯一的法子就是从那个洞口出去，洞口之外是万丈高崖的山壁。出去之后，只要运起内力往上，就能落在崖顶。知道吗？朕今日是第一次向人表白，在父皇的教导之下，朕也素来自律，这么多年也不曾有过别的女人。朕能保证，朕今日的话句句真心，所以朕也希望你能给朕一个答案。波澜一般的柔情软化了黄甫轩冷峻的容颜，软化了他冰一般锐利的眼。他定定地看了对方一会儿，觉得黄甫轩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也不像是在捉弄他，终于确定他是玩真的。抱歉啊，多谢你的好意和喜欢，但是感情这种事情，我暂且还不想考虑。是不想考虑朕，还是谁都不考虑？谁都不考虑。这话是顺着黄甫轩的心意回的，但也是确确实实就是他的心里话。话音一落，黄甫轩忽然出手，一把将谭太皇扯过去，大力涌入怀中，没有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那若是朕一定要你考虑呢？如此近距离的说话，黄甫轩身上的酒意也入了谭太皇的鼻尖。于是谭太皇顿时明白了，这货今天的种种反常到底是为了哪般？原来是因为喝多了。说不想考虑便不考虑，你最好在我发火之前速速放开。我说
你心里不会正在想着强奸什么的吧？这话一出，黄甫轩的表情瞬间一片空白，所有的激情瞬间消失殆尽。他是想强奸吗？他想的可是两厢情愿呀。那不是就赶紧快点放开？是因为君金兰？不是。谭台黄飞快地开口回话，眸中瞬息闪过一丝异样，转瞬即逝。不是。那是为何？只单单因为自己不好。做了很半晌，足足有2个多时辰之后，洞外终于传来响动之声。那个啥，还是你先上去吧。你作为男人，先上去可以帮忙试一试这根绳子是否牢固。若是我爬到一半它断了，多不好啊。你放心，如果你上去的途中绳子断了，你不幸命运，为了感谢你今日高尚的行为，我一定每日为你上香。你先上去，绳子若是断了，朕在下面接住你。他一下一下地抓着绳索，十分卖力地爬着，脑中竟然十分不和谐地想起了那个妖孽。太子妃，我扯着你放风筝，怎么样？好了，你回去收拾东西吧，明日我们便启程回国。不成，不能坐以待毙。这次不带包袱了，逃跑成功的几率也一定会大些。但是走到了院子门口，脑中忽然想起昨夜那妖孽的那句明晚不要出门。不管了，说逃就逃，大不了就再被抓回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那么慢，做什么去了？尿尿去了。跟紧一些，别再出岔子。一行人就这么走着走着，越走谭台黄越觉得方向有点不对。正在谭台黄迟疑之间，他们这一行人已经到了乾隆殿的门口。乾隆殿门口的御林军正要上来询问，谭台黄身前的这些人突然毫无预兆的飞快拔刀，对着乾隆殿的御林军们砍杀而去。他不过是想搭个顺风车，跟着这群据说要去皇宫门口换班的御林军，以达到顺利出宫的目的。但是现下看来，好似他已经很倒霉的加入了杀人越货的队伍，悲催的成为了杀人犯们传说中的同伙。这是北冥和西武达成的协议，他帮女皇把他们这些人都送进来，代价只是要见皇甫怀寒最后一面。是他要朕死。月圆之夜便是他每月毒发之时，门口的那些杀手也将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是，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出手的不是干娘，是慕容复的人，但想让他皇甫怀寒死，不仅仅是君金兰的意思，也是干娘的意思。从看见那支黄金剑，他就知道这是那个人的意思。那支剑当初夺走了慕容千秋的命，他就知道终有一日他会找自己来讨回这笔债。他不知道，朕等今日已经等了17年了。干娘让我问你，这些年你可曾后悔？这一问便是君金兰今日来此的目的。而也就在这会儿，皇甫怀寒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开口了。那是100两银子，是朕当年欠他的。朕欠了他100两银子，也欠了他慕容千秋一条命。今日，朕都还清了。你替朕告诉他，当年的事朕不后悔。如果时光重来一次，让朕重新选择一次，
朕也一样会那么做，不悔，此生不悔。给朕将他们全部拿下，生死不论。我们投降吧。传御医，马上给朕传御医。玄儿，恨我吗？恨？他恨吗？对自己冷漠无情的父亲，是爱还是恨？要如何才能说得清呢？皇甫怀寒睁眼看向他，第一次对他露出了一个笑容。玄儿，朕这一生已经谁都不欠了，不欠所爱，不欠天下，却唯独欠了你和你母后。你可能不知，朕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曾发誓，等将来朕有了儿子，朕会带着他登泰山看沧海，奔驰疆场，点将登台，叫他知道终有一日，他的父皇会亲手将这浩瀚天下交于他的手中。可最后，朕哪儿都没带你去。只因朕遇上了他，遇上了他，不知是缘是劫，是朕对不起你，朕愧对你的一生父皇。可到底，你是朕的儿子，玄儿，原谅朕这些年的漠视，别恨朕了，好吗？他说着，抬眸看向黄甫轩，像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后的请求。而黄甫轩就那样站着，久久都没有动。他不知道如何才能逼迫自己说出一句原谅，如何迫自己说出一句不恨。见黄甫轩不言不动，皇甫怀寒微微地伸出手，似想拉他，可手伸到一半，就那样定格在了空中，臂垂下，再无生气。父皇，父皇，你醒醒！儿臣原谅你，父皇，儿臣原谅你，儿臣原谅你，儿臣不恨了，再也不恨了。父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断头饭？哼，你们杀了我们的太上皇，难道还想有活路不成？也不怕告诉你，皇上已经下令，明日一早就要将你们这些人全部在天下人面前鱼鳞剐，3600刀那种。你们也不必指望有人来救，因为你们的女皇已经连夜逃了。哼，你们就安心等死吧。这一瞬间，他好似看见6月飞雪，窦娥冤和白毛女同奏，小白菜和葬花吟共享。得了，死就死，大不了被千刀万剐之前，我先想个法子自尽了。就是死也别他妈死这么惨呀！哎，先吃饱再说，吃饱了好上路。明天法场上是没有人来给我送断头酒的。好大一堆菜，在他极度悲愤的情形下，竟然全部吃完了。哼，明天早上就要死了，你居然还有这么好的胃口！谭台皇顿时有了一种在地上画圈圈的冲动。太子妃啊，
爷是不是叫你今晚不要出来？鱼鳞寡3600刀，你准备好了吗？这声音是用密室传音递过来的，故而天牢里面的其他人都没有听到。你是来看热闹的？哎，爷自然是来救你的。那我们打个商量，若是你线下便说此生非我不嫁，但愿生死相随，爷就救你上来，你说怎么样？要是我不说呢？不说，爷还是要救你上来。这人简直脑子有病！那你还不快救？原本爷是打算你说呢，就直接扯你上来，但既然你不想说，就慢慢爬上来吧。哼，你爱救不救。话音一落，那绳子便在空中飞快一转，圈上了他的腰，就稳稳地落入君金兰的怀中。从来不知服软，爷怎么就看上你这么个性子？谭台隍正想骂回去，但是看见屋顶下那么多御林军，识趣的噤声。等他们换班，我们再走。今日你和黄甫轩落入机关，爷没有亲自去救你，也就是怕你看见爷之后，又想马上回漠北准备婚事，半夜又要跑，搅进这件事里面。可最后你还是出来了，尽管爷昨夜还警告过你，你就这么不相信爷说的话吗？爷虽然不知道你心中有什么心结，让你不敢接受，甚至都不敢考虑男女之事，但爷却希望通过今日之事，你能明白，人生而在世，总要有时候心中没有那么多顾虑的去做一件事。顾虑太多，便容易错过，错过此时，便有可能错过终身，将成遗憾。遗憾，任何人都不会希望自己的人生有遗憾吧。但是谭台隍尽管已经被君金兰的话触动，却还是十分强硬的开口。不知道北冥太子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佛说世界是一个婆娑的世界，婆娑即遗憾，没有遗憾，给你再多的幸福，你都不会觉得快乐。所以本公主觉得有时候有点遗憾也挺好。口是心非的小东西。喂，说话就说话，你不要拉拉扯扯的好吗？好歹我还是个云英未嫁的姑娘。谭台隍被他一句话说的耳尖发烫，为了化解自己的尴尬，开始认真的扮演贞洁烈妇。爷是怕你冷，而且北冥太子不觉得你要真的是担心女士受冻，可以把衣服脱给本公主穿着吗？需要这样抱着取暖？哦，原来太子妃想要爷脱衣服啊。爷每一脱衣服根本停不下来，太子妃是希望爷在这里脱光吗？然后我们再做点什么？我看你是每一犯贱，根本停不下来。太子妃怎么说，那就是怎么样。爷就是犯贱，也只在你跟前犯贱不是？这话说的谭台隍是生气也不是，感动也不对，总之是郁闷到了极点。下雨了，我们回去吧。虽然爷很喜欢和太子妃一起淋雨赏景，但明日太子妃若是病了，爷又该心疼了。待会儿抱紧了，可别飞到一半从爷身上掉下去。你不是说要等御林军换班的时候再走吗？可是下雨了。我们就这样走，会不会被发现？以爷的武功，就凭他们如何发现？那既然什么时候走都不会被发现，你那会儿为什么要说等御林军换班的时候走？因为爷算了算，御林军换班约莫还有2个时辰，你我可以在屋顶上好好幽会，
但是现在下雨了，就只有忍痛先回去了。大皇子殿下，现下是东陵太上皇御赐薨了，我们是去吊唁的，您能不能不要这么漫不经心，稍微露出点悲伤的样子可以吗？单看您这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是去贺喜的。本殿下只有在没有美人相伴的时候，才会有悲伤的样子。楚长歌远远的一看见谭台皇，就笑着过来打招呼：“公主，好久不见，想我不想？”楚皇子殿下，您除了这方面的问题，就没有别的事情问吗？本公主无端端的想你做什么？分明今日中午才见过。哎呀，公主如此无情，真叫本殿下好生伤心呢。那好吧，本殿下就听公主的，问点别的问题。公主，本殿下实在不知除了这个还能问什么，不如公主给个建议如何？你就不能问点类似吃喝拉撒的问题？这话一出，一旁的众使臣们皆大声咳嗽。漠北人竟然如此粗俗，拉和撒就这样挂在嘴边说。于是漠北人就这样成功的被谭台皇一个人破坏了整体形象，当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哦，公主今天拉了什么？吃了吗？有人没忍住喷笑了，铜钱实在无法忍受，咚的一声摔倒了。你就不能换个顺序问？哦，公主吃了什么？拉了吗？楚长歌倒很是听话，十分配合，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各位大人，吏部尚书让奴才来通知各位，皇太后自允了。自允了？这个消息将众人狠狠地震惊了一下。自古以来，皇帝去世，妃子们再死都是被迫的，因有遗诏要求陪葬，却没想到东陵太上皇前脚刚死，皇太后后脚便自尽了。这是夫妻情深吗？皇太后此番行为，倒真是没有辜负东陵太上皇几十年来后宫独他一人。云霓常侍死了，一了百了。可是想没想过活着的人会怎么样？黄甫轩方才失去了生父，并留下了永生难忘的遗憾，已经是肝胆俱裂，五内俱焚。现下再加上这样一个重击，恐怕再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住。这东陵皇太后还真是会打算，一起死了，就省得东陵皇准备2次葬礼了。楚皇子殿下，出了这样的事儿，即便你不伤心，也请不要奚落死者。本殿下是如何奚落死者了？这人死了，就是登上极乐世界，成仙成佛，这是好事儿。若是本殿下的父皇母后羽化登仙，本殿下定然大摆酒宴，庆祝个3天3夜，祝愿他们早日成为上仙。谭台皇进门之后，便看见了黄甫轩背对着他们而立的冷傲背影，没有那会儿在乾隆殿门口的失控，亦没有痛哭流泪，只是那样静静地站着，站在2口棺木跟前。这一瞬，谭台皇在黄甫轩身上看到了该属于帝王的坚强，也看到了属于帝王的悲哀。就因为是皇帝，才不得不坚强，即便五内俱焚，也不能在天下人面前展现自己的软弱。就在这会儿，君金兰也终于到了。他一进来，带笑的眼先扫向谭台皇，又缓缓收回目光，举步往灵堂而去。一贯慵懒的表情在此刻看来十分沉寂，好似是真的很为黄甫轩感到遗憾和痛心。上前上香的姿势也十分到位，看得谭台皇在一旁嘴角直抽搐。
看这货貌似伤心的样子，还以为参与同谋的人不是他。君晶兰上香完毕，也站到一旁，直觉告诉黄甫轩，这件事情和君晶兰脱不了关系，但他并没有证据。这一场吊唁对东陵来说是7期49天，而各国使臣出于礼节，只需要在此守孝3天。这3天，黄甫轩几乎是不休不眠地站在灵堂守着，而黄甫凌轩亦不知道断断续续哭晕过去多少回。3天之后，各国使臣便都各自带着包袱走了，是由丞相代为相送。道歉吧，道歉吧，道歉星爷就原谅你。可惜君晶兰根本没有理会他，而是笑着看向谭台皇。太子妃，爷要回北冥了，你是否考虑跟着爷一起呢？什么？为什么先问的人不是星爷？小星星顿时感觉有点不妙，自己的行情是不是下跌了？不必了，北冥太子请走，北冥太子走好，北冥太子慢走不送。其实他还想加一句，北冥太子后会无期，但是他怕说了遭这货报复。虽然他没说，君晶兰却已经瞬间明白他心中所想，好整以暇的笑笑。既然这样，那本太子就先回去筹备婚礼了，并准备10里红妆相迎，来迎娶爷的太子妃。太子妃可不要让爷失望啊。走吧。是。主人，你带上我吧，带上我吧。星爷的零食已经吃完了，你知道吗？主人，你带上我吧。小苗子，是什么声音啊？回爷的话是星爷。哦，星爷。轿子上的人微微挑眉，好像对这个称呼不是很满意。奴才口误，是一只叫小星星的狼。哦，就是前几天嫌弃我们北冥的待遇不好，背着包袱走了的那个。正是。北冥已是招待不起他了，不必理会了。主人，星爷没有嫌弃北冥待遇不好，之前的一切都是误会，统统都是误会。我们赶紧冰释前嫌，然后愉快的玩耍吧。但是仪仗队就这样走了，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他一眼。公主后会有期。必须是后会有期的，他楚长歌看上的猎物可从来没有失手过，谭台皇自然也不能成为例外。后会有期，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以后还是别见了吧。楚长歌打完招呼便往自己的马车而去，谭台己和谭台皇也往自己的仪仗队而去。小星星眼见跟着主人走是没有希望了，不情不愿地跑了回来，死皮赖脸地窜上了谭台皇的马车。女人，等等，朕来送你。来送，此一别，从此天高路远，这一生都不知还有没有机会相见。多谢东陵皇。无论谭台皇喜不喜欢黄甫轩，黄甫轩在这样的心情之下还能出门来送他，这份情他就应该承下。黄甫轩看了谭台皇一会儿，微微张口，似乎是想说些什么，可犹犹豫豫了半天，却将所有的话都咽了下去。最终冰冷的薄唇扯出一抹笑，千言万语化作一声保重。这轻轻的一声保重，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承载了多少不舍。保重。谭台皇微微点头，掀开车帘坐进去，
几乎都不敢再去看黄甫轩的眼。他不敢看，不是因为不舍或是喜欢，而是因为黄甫轩的境遇跟自己小时候太相似，也太能让自己感同身受，所以谭台黄不敢再看，他怕再看自己会心软，会因为同情想留下。是大皇子殿下吗？军中有变，有数十万人马凭空消失，赫连将军怀疑是二皇子殿下想谋权，谋夺皇位，所以派我们来禀报你，请您尽快回漠北。太子妃，爷来得够及时吧？那你能不能说说，你为何来得如此及时？因为知道慕容复不会放过你，所以爷一直跟在你们身后。为了能够在关键时刻天神降临一般的救你，爷还专程买了一匹马，然后看了一会儿才出手。太子爷做人很诚实，丝毫不遮掩，自己如此是为了塑造自己在谭台皇心中男神般的高大形象。所以你潜伏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出英雄救美？英雄救美，跟爷比，这世上没有美人了。我说你不自恋能死吗？谭台皇顿时感觉一把无名怒火浇上心头，一咬牙，转过身，一把抱住君金兰的腰，往下头狠狠一扯。砰的一声，两人一起从马上滚了下来。太子爷在下，谭台皇在上，而君金兰就这样躺着，狭长的丹凤眼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老实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哎呀，这荒山野岭，草地之中，月黑风高，四下无人，太子妃就这样将爷压在身下，是爷该问你想怎么样了。少给我废话，老娘是问你到底想怎么样。就算是为了当初我偷看你洗澡又弄脏你洗澡水的事儿，你捉弄我到现在也该算清楚了吧？本太子不是捉弄你到现在，是一直拯救你到现在。太子也很认真地纠正。别给我转移话题，你说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放过我？女人别想太多，跟着心走。君金兰，你最好在我真正喜欢上你之前收手，否则最后我陷入了，你却是耍我的，我定会拖着你下地狱。你放心，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若你是真心，那原因呢？等了很久，君金兰终于起身，谭台皇也被迫往后坐了一点，然后君金兰伸出手刮了刮谭台皇的鼻尖，似是宠溺。疑心真重，喜欢便是喜欢，能有什么原因？爷说了，你什么都不必管，只跟着心走就行了。爷说是真心，便是真心。原因是有，但是君金兰不想说，不想让谭台皇知道，君金兰的心中也有孤独，也有缺失，也有落寞。这个不要脸的竟然刮自己的鼻子，君金兰的脸皮还能再厚一点吗？自己绝对不会承认，这是前世今生第一次有人刮自己的鼻子。我警告你，以后不许随便动我。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可以做刮鼻子这样的事情。哦，
那既然你我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太子妃，这又是坐在哪里呢？这一问，谭台隍也跟着低下头，一看，那张厚比南山的老脸竟然瞬间红了。原本他是坐在君荆兰的腰上，君荆兰坐起身之后，谭台隍微微往下面移了一点，然后正好坐在了他的胯上。谭台隍正要起身，君荆兰却一把抓住他，没让他动，并非常犯贱地开口：“哎，太子妃，这个姿势其实挺好的，不若爷直接将你我的裤子都撕了，也算是对得起今夜良辰美景。还有，你将爷掳到此处的良苦用心呢。”我将他掳到此处，给你3秒钟时间放开老娘，否则我废了你的命根！这贱人真是犯贱无下限！王兄，你没事吧？没事，多谢北冥太子相助。皇儿是本太子的未婚妻，这自然是应该的。王兄就不必客气了。这话一出，谭台吉美艳容颜上的温和之色瞬间变冷了半分，妖媚的桃花眼看向君荆兰，而君荆兰见此，亦淡淡的回视他：“喂，你们没事吧？”“没事。”“皇儿上马，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要赶紧找个地方落脚。北冥太子后会有期。”“爷，有何吩咐？”“你去暗中保护太子妃，记住，若非极度危难之刻，你绝对不可轻易露面。传信，让如烟处理完自己的事，在明处跟着他。”“公主，我们要南庄做什么呀？”“这一路我们会不断遇见追杀，有西武的人，也有二王兄的人。若是我不在队伍当中，慕容复的人就不会再找王兄的麻烦。没了西武的人添乱，又没了我们2个武功平平的累赘，就二王兄那几个人，王兄一定能够抵挡，并且安然回到漠北。程雅，我们带了多少钱出来？”“呀，钱！糟了，公子，奴才忘了带钱。”“什么？”2个时辰之后，已经到了中午，是吃午饭的时间了。程雅和小星星在谭台隍的带领下，围着街道走了好几圈，也没有捡到1分钱。2人1狼根本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公子，我们是不可能捡到钱的，您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吧。围着路上捡钱，这样的好办法，公主到底是怎么想到的？”正想着，就在这会儿，忽地听见一阵琴声传来，声声呜咽，似要断肠。谭台隍奇怪地往发声的方向看了一眼，见着那里有一个凉亭，凉亭之内有一名女子正在抚琴，她的身后站着几个侍婢，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石桌之上还有不少好吃的，这对饿了半天的2人1狼来说，真是太有诱惑力了。无端过来打搅姑娘，在下失礼了。说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家桌上的苹果。“不妨，不知公子过来有何贵干？”“自然是因为听见了姑娘的琴声，姑娘心中似乎有很深的困扰，在下越听越是觉得伤怀，一时间没忍住，所以才会跟上前来。”“毕竟科，不知公子……”“毕姓凤，单名一个9字。”“那公子前来，是能解我心中之困？”“那是自然，不知在下可有幸听姑娘说一说心中的困惑？”“奴将要嫁给心爱之人，我已为了他痴等了10年，而今终于修成成果。”“这是好事啊！”
他是不可能知道对面之人就是皇甫夜未来的媳妇儿。不，他并不爱我。这婚事，他也是奉了命才同意的。我在想，我该不该嫁给他？那他爱的女子呢？他爱的女子已经嫁为人妻。情敌都已经嫁人了，姑娘还怕什么？方才你说他是奉命成婚，我猜测姑娘不嫁，他家中之人也会让他另娶他人。难道姑娘愿意看他娶他人为妻？公子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多谢公子提点。不知公子吃过午饭没有？哎，总算是问到重点了。说来惭愧，小生原本是要去姑妈家贺喜的，岂知在路上被小偷偷了盘缠。诗琪，准备500两银子赠与这位公子。500两，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初次相识，他竟然如此大方，让谭台皇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不好意思和饿肚子比起来，他还是勉强不好意思算了。多谢姑娘相助。出门在外，还是小心些的好。看你一个姑娘家，却做男装打扮，想必也是担心路上有危险。这东西你拿着，我外公在江湖上颇有几分地位，说是遇见穷凶恶极之徒，亮出这东西，也许可以保姑娘无虞。柯希允说着，将1块令牌交到他的手中。这下谭台皇才知道自己的性别已经被看穿。收了姑娘的银子，还收这个？他怎么看穿的？我露出破绽了？今日是你点醒了我，说我要谢谢你才是。看样子我长你不少岁，你若是不嫌弃，可以认我做姐姐。那就多谢姐姐了。小姐，你对那个陌生的女子未免也太好了吧？你当她是谁？她可是公主。啊？哪位公主？哪位公主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那个人的侄女。公子，放心，等你家公子把500两变成了5万两回来，我们就一起去吃大餐。这位公子好大的口气，在下征西，人送外号赌中圣手。这位公子既然如此厉害，可敢与我赌一把？有何不敢？那请公子报上名号。谭太皇闻言，牛哄哄地把脚往桌上一踩，大声道：在下公子屌，当然这是天下人对我的敬称。其实在赌场上，我与你一样，也有另外一个外号，江湖人称屌炸天。在下公子兴，人送外号星炸天。那请问这位公子，公子屌。这位公子屌，不知你准备怎么赌？在下既然能让人称为屌炸天，那绝对是任何招数都能接下。阁下说怎么赌就怎么赌吧。既然公子如此有自信，那在下就不客气了，我们就来玩牌九。好。程雅终于没忍住，上前在谭太皇耳边偷偷地问了一句：公子，您真的会赌博吗？不会。啥？你不会赌博，你还敢赌？这一声音量非常高，
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原来他不会赌。星爷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关于今天不仅吃不到天山圣果，八成吃饭的事情都有点悬。你叫那么大声做什么？没看见我们今天已经转运了吗？我有一种预感，关于我今天一定手气刚刚，可以发大财，所以我就来赌了。有什么问题啊？你这就是原因。简直脑子有病！嗷嗷！你这个神经病，赶紧撤！不会赌博赌什么博？星爷都还没吃饭呢，饿坏了星爷，你担待得起吗？然后，第一局，谭台黄很理所当然的输了整整100两银子。然后，第二局，谭台黄毫无悬念的又输了整整200两银子。公子，我们回去吧。走人了，走人了！你好歹给星爷留点钱，吃点小白菜吧。然后，第3把又输了。程雅和小星星一个人拉着他的胳膊，一只狼拉着他的脚，想把谭台黄拖出去，结果还是失败了。最后，最后，两人一狼被关在赌坊的一间柴房里。原本谭台黄输光了，是准备收手了，但是小星星为了自己的饭，发疯一样的攻击他。他一闪身躲过，但是小星星这一个俯冲，把赌坊老板挂在腰间的玉佩给撞掉了，然后那块玉碎了。程雅，其实今天的500两银子啊，输得值。星爷伸出一只中爪鄙视，这女人已经输疯了。今天我倒是学到了几个道理。其一，人想要任何东西都不能想只凭借着运气，不付出努力只喊口号是永远不能成功的。公主，奴婢知错。完了，程雅，他刚刚看见我的样子了，以后见到我，保证会报仇。公主，我们怎么办呀？谭台黄苦着脸犹豫一会儿，终于一咬牙，蹲下身子，在他身上一阵乱摸。公主，你干什么？很快的，谭台黄从那人的胸口找出一把银票。反正人已经得罪了，人家要报仇也是必然的事件，那我们就干脆得罪彻底吧。他们已经1天没有吃饭了，已经得罪了这个人，也不妨再得罪一些，还能救了自己的命。到时候他即便来报仇，就算是死，他们也认了。好一个得罪了就得罪彻底！议事来的人果然不同。您不是说东方有妖，您要替陛下除之吗？皇子殿下回国之后也说了，这妖就是漠北三公主。原来这谪仙美男就是东晋国师孝无语。你忘记了你家主子我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意图加上鬼神色彩了吗？东方有妖，愿远行替陛下除之。翻译过来就是本国师最近甚无聊，想去东方游山玩水。哦，楚国大皇子现在正在含笑阁等着您呢。走吧。臭小子，你别跑！给我站住！你别跑，给我站住！这位公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多谢公子相助。不必客气。哎，那些人追你做什么？我不小心撞了他们，道歉了他们也不听，还要送我去小官馆，我害怕就跑了。他说着，心中又是一阵后怕，难怪长歌哥哥和玉离哥哥都不让他随便出门。外面的世界真是太吓人了。哦，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楚七二。谭台皇一听就知道这名字是假的，楚七二，扯淡也不扯好点儿。是楚27吧？这样念起来顺口多了。是的，我叫楚27。我叫凤九。说到这里，他也顿了一下，于是他赶紧加了一个3。凤九3？说错了，是凤39。走，过去我们去潇洒。青楼？那是青楼啊，是女人该去的地方吗？道士小星星一见门口那些揽客的姑娘，当即瞪着狼眼，流着口水，撒着脚丫子，幸福地对着人家姑娘的大胸脯就冲了过去。唉，这一匹色狼啊！楚七七一看那地方，抓了抓脑袋，不明所以。啊，三哥哥，那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姑娘在外头？那个呀，那是个好地方，人间芳菲，常年春色，还有美貌的姑娘们唱歌跳舞。去了呀，保准长知识。长姿势。谭台皇开始诱骗纯洁的孩子，程雅木然的表情对谭台皇这个人是完全无语了。他严重怀疑公主是被人调包了，或是鬼上身了，行为越来越奇怪。然后楚七七就这样被诱骗了，蹦蹦跳跳又乐滋滋地跟着他们一起过去长知识。三哥哥，他们真是太热情了，七弟弟好开心啊！程雅扶额，这位公子，你真是太纯情了。程雅好忧心。唉，公主啊公主，你这样带坏小孩子，你好意思吗？他这话一出，青楼的姑娘们当即捂唇而笑，看了楚七七一眼，这位公子八成还是个厨，太可爱了。谭台皇听了楚七七的话，先是嘴角一抽，后是心中自责，忽然觉得这样带坏小孩子有点不对，人家那么纯情，但是都进来了，也没有再出去的道理，只得叹息。是啊，他们看见七弟弟了，觉得高兴，因为啊，你太可爱了。于是对比一下，谭台皇觉得自己太邪恶了。哎呦喂，这位公子真是面生，第一次来吧？来来来，马上我们的花魁就要献舞了，妈妈带你们去个好位置观看。花魁？为什么觉得这个词有点熟悉呢？两位公子等着，妈妈去给你们安排几个好姑娘。哎，不必了，把你们这里的好酒好菜送上来就行。还有啊，把下头那只色狼也带上来。若是他非要扒着姑娘，就找那姑娘伺候他。我们呢，不需要伺候，还是看看花魁吧。各位，静一静，静一静。今日是我们的新花魁绝英姑娘第一次登台，但我们的姑娘有个规矩，那就是卖艺不卖身。各位可要想好了再竞价。好了，现在开始吧。我出200两，我出300两。谭台皇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钱是不少。要是换个女人，他八成就兴高采烈地装一回土豪，竞价一下花魁。但是那女人明显是个杀手，她可不想惹麻烦。而就在众人竞价到了最后关头，一个蓝衣男子起身，大声开口：800两。这话一出，全场寂静。
那个老鸨子已经是乐疯了，正要答应，一道谭台皇非常熟悉、纨绔风流的声线满含笑意的响起：1000两。这话一出，谭台皇当即转头看过去，不是楚长歌，又是谁呢？比他更为震惊的是楚七七。他飞快地咽了一下口水，赶紧低下头，然后悄悄地起身，准备开溜。糟了，大皇兄居然也在，发现我就死定了。就算我是来长知识的，大皇兄肯定也不开心的。谭台皇和程雅一起看向楚长歌，心中一样奇怪，所以都没注意楚七七。2000两。本公子说的是1000两黄金。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黄金是白银的100倍，这个人没疯吧？而且那个花魁又不卖身。也就在这会儿，一声仿若谪仙般出尘的声线传来，语中满含调侃：楚公子又在为美人一掷千金了。他怎么这么快就醒了？哎，这世界真是太小了。你还是赶紧先解释一下怎么来晚了吧，本公子可等了你大半天了，交代不清楚就罚酒一壶。我算了一下，现下方是来此的最好时辰，不犯血煞，也不触贪狼星，对你我的安危十分有利，故而特意来晚。哎呀，你这一套骗骗别人还管用，到我跟前还是收敛些吧。不必多说，那壶酒喝了，要知道本公子可从不等人。形象什么的先别管了，逃命要紧。谭台皇带着程雅蹑手蹑脚地跑路，想来是王兄发现自己不见了，派人来找了。在那里！头飞奔而去，身后边的人也不遗余力地追。七转八弯之下，谭台皇看到一个客栈，就是那传说中武侠小说里面一定会出现的悦来客栈。屏风之后忽然响起古筝之音，要不进去打个招呼？也就2步，到了屏风之侧，咻的一声，一道内力对着谭台皇射来。谭台皇飞快的一躲，程雅也飞快后退，两人没有被伤到。谭台皇看着他的脸，看着他一身从容淡雅之气，脑中很快的浮现出了8个大字：惊艳绝伦，灌溉精华。在下失礼了。谭台皇的心中却清楚，要是自己没避过，8成就被他打死了。鼻尖忽然闻到一阵香味，他飞快地转过头，看见一桌好酒好菜，这一主一仆，反客为主，旁若无人的吃饭。可这一笑像是带动了什么病症，他又捂着唇轻轻地咳嗽起来。那个帅哥，你不要生气，我们只是很久没有吃饭了，吃完会还钱给你的。你千万不要激动啊。这个帅哥看起来身体不太好啊，要是被他们吃个饭，气死了多造孽呀。这是……纳兰，不必问，过来吃饭。那个啥，这个饭我们可不是随便吃的。我告诉你们，我手中可掌握着情报，关于这次东陵皇登基和东陵建国庆典的重要情报。我可以告诉你们。哦，不知是什么情报呢？你们不知道吧？这次各国来的使臣大多是王位未来的继承人。除了南齐，还有一个例外，就是大楚。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是说大楚太子体弱多病，不宜远行，所以派了楚国大皇子去吗？哎呀，要是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大楚太子楚玉离的身子骨好得很，
听说是喜欢上了一个绝色美人，那美人也是倾心相附，只可惜啊，红颜薄命，美人染病不幸身亡。大楚太子伤心欲绝，从此一蹶不振，每日在太子府借酒浇愁。奈何情伤难愈，佳人芳魂难回。这大楚皇帝看着他这个样子，也于心不忍，于是嘛，就派了大皇子楚长歌前来。哎，怎么样？这个消息够劲爆吧？不是说大楚太子体弱多病，不宜远行，所以派了楚国大皇子去吗？哎呀，要是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大楚太子楚玉离的身子骨好得很，听说是喜欢上了一个绝色美人，那美人也是倾心相附，只可惜啊，红颜薄命，美人染病不幸身亡。大楚太子伤心欲绝，从此一蹶不振，每日在太子府借酒浇愁。奈何情伤难愈，佳人芳魂难回。这大楚皇帝看着他这个样子，也于心不忍，于是嘛，就派了大皇子楚长歌前来。哎，怎么样？这个消息够劲爆吧？这是从哪里传来的消息？他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外头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诞的流言？确实很劲爆。那这消息除了公子还有多少人知道？哎，这是我一个人掌握的绝密消息，就连楚长歌都不知道他老子，不是，是他父王为什么突然派他来东陵。公子，你不要胡说啊，哪有这种消息啊？哎，你想啊，我们能知道什么绝密消息？我们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太过机密的又不能说，只能随便扯两句八卦。八卦这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华而不实，大家又都爱听，而且大家尤其爱听大人物的八卦。除了君金兰，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楚玉离了。哎，你看君金兰那个样子，像是能容忍别人在外头瞎说他的人吗？所以啊，只好拿楚玉离凑合了。而且我们只是随便说说缓解尴尬，又不是为了吃免费的饭。哎，好了好了，不要打断我了，吃饭吧。大不了吃完之后告诉他们自己是开玩笑的。还有吗？还有啊，你不知道楚玉离和那位姑娘的感情有多深呢，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让人闻着伤心，听着流泪。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谭台黄胡乱拼凑着诗句，闭着眼睛瞎念。哎，你一定不知道吧？楚玉离因为太思念心中之人，还曾经玩过自杀。你胡说！纳兰，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这个人呀，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一不小心就容易说出一些人生哲理，并且对听者的人生起到巨大的引导作用，引领他成为一个价值观正确的成功人士。公子，我们的宠物还在外头，我出去看看。程雅是真的听不下去，一个自恋又臭美的人在这里胡说八道，外带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是说那只不知道是狐狸还是狼的动物吗？它现下正和我们家小姐在一起，在对面的房间。好了，我吃饱了。嘿嘿，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胡扯的，只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愉快而活跃的用餐环境，通过八卦来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成功的一见如故。嘿嘿，你一定也对我编造的这些话题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听得十分开心，对吧？所以你也不用郁闷它是假的了，因为只要你曾经为它开心过就足够了，这就是它存在的全部价值。请问你刚刚听得开心吗？相当愉悦。开心就好，开心就好，这说明啊，我编有趣故事的本事实在是太强大了。
哎，只是可怜了楚玉离，作为了我的编造对象。对了，吃了你一顿饭，还没有问你名字呢，不知道你是？在下楚玉离。咚的一声，谭台皇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程雅也是看着楚玉离狠狠发愣。公主编排了半天的正主就在这里啊！我的个苍天呐！但是看着对方那淡定的气质，他感觉自己的脚下仿佛是生根一般，根本挪不动。谭台皇硬着头皮，顶着他那惹人讨厌的笑声爬起来，然后赶紧把板凳一拖，往上一坐，接着吃饭，并故作一副无事的样子。原来是楚兄啊，在下凤三九，认识你非常高兴。对了，我们刚刚说到哪里了？我们方才说到不必在意事情的真假，我们听过之后觉得高兴便罢了。听了这话，谭台皇更是忍不住瑟缩一下。是啊，高兴便罢了。对了，今天天气真好啊。今天天气着实很好，本宫最喜雨天。殿下有旧疾，从来身体不好，尤其到了雨天最甚。今天怎么突然开始喜欢下雨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正好也喜欢雨天。那个啥，刚才我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没有吧？一定没有吧？这他奶奶的太吓人了！一进来就知道这个男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但是怎么想也想不到他是楚玉离啊！还有啊，这楚国远在108000里之外的，楚玉离好端端的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哎呦喂，怎么偏偏就让我给撞上了？哎呦，希望他大人有大量，不要跟那个妖孽一样那般小气。你心中是不是正在想着把我剥皮拆骨再烘烤？貌似上次那个妖孽处理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他这话音一落，楚玉离瞬间失笑，并且笑了很半天都停不下来，直到笑到咳嗽数声才终于开口。你在乱想什么啊？玉离哥哥，你见到那个帮了我的人的狼了？三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嘿，三哥哥，难道你和玉离哥哥认识？早知道我就不骗你了。其实我不叫楚27，我叫楚77。那不还是27吗？三哥哥，我怎么觉得你在骂人啊？27。多谢兄台搭救舍妹。这还是头一次看见皇族的人这么懂礼貌。哎，常言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嘛，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在下方才虽然说了一些胡话，编排了太子，但是再多的胡话，比起搭救贵国公主这一条，也可以功过相抵了吧？原来你们不认识啊？不认识还坐在一起吃饭？玉离哥哥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平易近人了？我们一见如故。他是发现了，这个男人句句话都说得很淡然，说得很随意，但是仔细一听就会发现其中的影射含义强大，让人完全不敢去听。果然是公子若穷，心若琉璃。一见如故，三哥哥还编排你？你把星爷关在门口，自己进来吃东西，你好意思吗？你简直就不是人！挺有灵性啊，只是若是本宫没记错，狼脸狐身的动物似乎是北冥太子的爱宠吧？为何会和公子在一起啊？北冥太子的？那不是我们要去联姻的人啊！楚77说到这里，飞快地捂住嘴，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一张俏脸已经微微红了，还偷偷地瞄了谭太皇一眼。难道三哥哥就是北冥太子啊？联姻？谭太皇微微挑眉，看向脸色微红的楚七七，眼神十分诧异，面上相对淡然，但是心里已经是翻江倒海，活脱脱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那北冥不是已经和漠北联姻了吗？怎么又要和楚国联姻呢？这话一出，楚玉离微愣，偏头看向纳兰芷。殿下，是有这样的消息，但是大皇子传信回来说是谣传。大皇子还说什么？大皇子还说，那位漠北三公主和他是生死之交，一起逃过皇宫，进过监牢，感情深厚，她是绝对不会嫁给君荆兰的。他这话音一落，门口当即传来一道风流纨绔的声线：“纳兰，你这又是在编排本殿下什么呢？”他们这一钻，那三人都愣了。纳兰芷不敢，没志气。哎呀，都看着我做什么？不过是被美人刺杀。笑无语也在，救了我。谭太皇翻白眼儿，就知道那个绝英是个杀手，而楚长歌这货也是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小命。皇兄，你也稍微收敛些，毕竟是在东陵。怎么，太子殿下这是在教训微臣？皇兄是兄长，玉离自然不敢逾越。说吧，方才在说我什么？大皇子殿下，我们方才又收到消息，说北冥与漠北联姻已成定局。您先前为何一口咬定这是谣传？原因很简单，楚国和北冥联姻，只要这风声放出去，不论婚事成不成，漠北那边也一样会生气。那么君荆兰和谭台皇的婚事就没戏了，本殿下的机会自然就来了。大皇兄可知，这非是儿女私情，而是军国要事。国事非儿戏，倘若我此行联姻被拒，传了开来，大楚国威何存？啊？国威这种事情，应当是你操心的，你问我做什么？本殿下素来散漫惯了，这人嘛，纨绔久了之后，自然容易鼠目寸光。何以能有好心情注意什么军国要事？大皇子殿下，即使您不帮太子维护国威，至少也不该误导我们。纳兰，这个你就不懂了。这常言道，父子之间都要留一手。你们不知防备，无缘无故就如此相信本殿下提供的消息，难道这还是本殿下的错不成？本殿下也是一片好心嘛。让二皇帝知道，要做皇上，就不能轻易相信身边的人，就是亲兄弟也一样。哎，你们怎么反倒还怪起我来了？大皇子，纳兰，不得越矩。殿下，接下来怎么办？东晋和南齐已经知道我们此行，若是我们现在停住，打道回府，传回国去，恐怕……既然已经出来了，就断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漠北国盛，楚国也不会弱。成败与否，也总要试试才知。殿下，为什么不杀了那两人？他们听到了太多不该听的东西，而且，若是谭台皇死了，君荆兰就没有理由拒绝楚国的婚事，我们此行的目的也能达到。本宫好像是找到他了。找到？纳兰芷瞪大双眸。是殿下梦中之人？半城魁？这话一出，谭台皇身后的程雅吓了一跳，赶紧把他往后一拖。你干什么？啊！看见半城魁，您居然不跑，您还要不要命了？快走！趁着他还没起来。
主，我们还是快点走吧，别管他了，他会杀了我们的。他动都动不了了，杀个屁呀！即便我杀不了你，以你的本事想杀我，也是白日说梦。谭台黄的眼神四处看了看，很快的看到河边一处长得很不一般的草，几个大步过去，将那草拔起来，又往回走，远远的对着半成葵扔了过去。那我若是没记错，这草嚼碎之后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说不准可以挽救你的腿，让你避免下半身被截肢的命运。为什么帮我？原因很简单，上次你刺杀我没有成功，而在那之前我跟你也没什么仇怨，就这么等你把血流光之后一刀捅死你，显得我太残忍了。而不管你直接掉头走掉呢，你要是死在这里，我就是见死不救，显得我又太冷血无情了。不过我要是帮你呢，说不定你从此以后对我感恩戴德，只要看见我就忍不住跪在地上叩拜，并高呼3声拜见女神陛下，那也就再也不会想杀我了。常言道，多一个朋友不如多一个敌人。不对，说反了。公主，闲事儿我们也管了，他应该是不会死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你那么害怕做什么？公主撒迷药上去，到底想干啥？喏，估计你也饿了吧？那你把这条鱼吃了，就算是接受了我的求和意见，以后不要再刺杀我了，怎么样？不必，我不会再对你动手。谭台黄为了能让他吃下那条加了料的鱼，转身背着他。吃吧，我知道你不能见人。等了好一会儿，身后终于传来吃东西的声音。你下药？其实也不想怎么样，就想把你卖到小馆馆去。嫂嫂，你们在干嘛呢？百里如烟也很快地注意到地上的半成葵，看着对方英俊的面孔，眼神顿时一亮。嫂嫂，我们把它卖了吧，一定很值钱。一说起钱，他眼中全部都是幸福的小星星。你怎么知道我打算把它卖了？还有啊，我不是你嫂嫂，不要乱叫。百里如烟很不在意的挥手，看着半成葵的眼神就像是看见了一棵摇钱树。哎呦，叫你什么不重要。那，这么一个大男人肯定挺重的，你们两人想把他拖出去卖了，也会非常费力。我武功高强，可以帮你们出一份力。而且我知道哪里的小官馆卖起来比较值钱，我还会讲价。我们一起把它卖了分钱，我3你7，怎么样？百里如烟心想，要不是看在金兰哥哥的面子上，一定是自己妻谭台黄伞，因为有百里如烟出马，价位最少抬高10倍。他太擅长干这个了。感情这是来分一杯羹的。成交。你怎么会找到我这里啊？是碰巧还是怎么样？是金兰哥哥派人传信要我来的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听说你最近总被人追杀，估摸着是为了让我保护你吧。哎，不过说起来，金兰哥哥这么多年，除了对我娘比较敬重之外，还没见他对哪个女人这么好，这么上过心呢。他虽然有点阴晴不定，但也还算是个完美男人。嫂嫂，你要是觉得差不多了，就不要为难他了，早点嫁给他吧，我也好找他要媒人红包呀。你要告诉他，你决定嫁给他，那都是我劝的，我是媒人，要大红包。唧唧歪歪说了半天，最后终于引出重点，就是为了银子。谭台黄直愣愣地看着百里如烟舌灿莲花跟小官馆的宝爹飞快的交涉，那状态和熟人的程度，就像是经常做这种事情似的。两人唧唧歪歪很久，那宝爹又把半成葵来回打量了很多遍之后，终于愉快的成交。3000两黄金的天价，这是谭台黄完全没有想过的。卖了一个半成葵，他们竟然发财了。早知道美男子这么值钱，
他应该把君金兰、楚玉离、楚长歌、黄甫轩，还有那个谪仙美男，全部想办法抓起来卖掉。3000两黄金呢！宝爹想着，又认真地看了半成奎一眼。要让他多接客，马上把钱赚回来。君金兰不是北冥皇的儿子。金兰哥哥把你什么时候出生，得罪过多少人，又是如何得罪，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喜欢何种颜色，有什么爱好等等，都调查得清清楚楚。你居然连他是谁的儿子都不知道。金兰哥哥是君临渊的儿子，也就是北冥前2代皇帝唯一的儿子，是皇位的顺位继承人。当年他父皇病逝之后，我娘亲担心金兰在皇宫被人算计，不能活着长大，于是就把他和他娘亲一起带出了宫。那个时候金兰哥哥还没有出生呢。接着君临渊的弟弟君浩天继位，知道了金兰哥哥的存在，就想杀了他，还派人抓了金兰哥哥。我娘亲怒了，听说当年那个时候他还怀着我和哥哥，就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带着几万大军怒闯北冥，把君浩天给端了。爹爹为此吃了很多年的醋，这个是秘密，你可不要说出去啊。再后来就和北冥丞相协商，让君浩然继位，因为金兰哥哥太小了，就先做了太子，不然那个时候金兰哥哥就是皇帝了。那君金兰一定很敬重你娘亲。是啊，我娘亲说了，只要他活着一天，金兰哥哥永远都不是孤儿。我们动作可要快点，金兰哥哥回了北冥，冷子涵叔叔也该回去了，我要赶紧去北冥找他。忽然有点羡慕起他来，喜欢就是喜欢，一个古代的姑娘，甚至敢于追着一个大男人跑。再想想自己，一味退却，根本都不敢考虑这方面的事情，顿时一阵落寞。没什么目的，只是闲聊地问了几句。你很喜欢那个人吧？不过看起来他好像是在避着你呢。是啊，因为他喜欢我娘亲，当年是我爹爹的头号大情敌。他也可能是因为不想给我爹爹这个情敌当女婿，所以刻意避着我吧。不过我就不明白了，上一代的事情了，为什么一定要搅和到这一代来？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那么多顾虑做什么？人活成这样，那得多累啊！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那么多顾虑做什么？那冷子涵这么多年就没有娶亲？没有啊，有的。当年有一个姑娘，也就是金兰哥哥的姑姑，为了救他而死。冷子涵叔叔给他立下墓碑的时候，在上头写了冷子涵之妻，说是他给他一条命，他便给他一个名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夫妻关系。反正我是一点都不介意。他那么老我都不嫌弃他，他居然还嫌弃起我来了，真是。是啊，你们年龄相差那么大，将来……谭台皇笑着开口，没说完就被打断。管将来做什么？我只知道我此刻喜欢着他，我此刻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能开心，敢爱敢恨才是百里如烟的作风，这一点是跟我娘亲学的。你一定不知道吧，当年是我娘亲倒追我爹爹。又说多了。如烟啊，你好像经常做这种事儿啊，都这么熟人了。那还不是西武丞相、媚文叶家的公子，还有那个谁，没事就喜欢追在我屁股后头跑。我把他们抓起来卖了好几次，赚了不少钱呢。不过他们运气也好，居然一次都没被那啥。不过今天这个极品货色比他们帅，第一次卖男人卖这么多 money， 我真是太开心了。你怎么知道 money 这个词？我娘亲告诉我的呀。那你娘亲现在在哪儿？喂，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娘亲当然在我家呀，我家在一片深山老林里面。你带我去见他。不，等我先回漠北，看看王兄谋反的事情处理的如何之后，再带我去见他可好？我可以给你钱，卖了半成魁的那些钱全都能给你。money， 这绝对是现代人才知道的词汇，难道真的是老乡？不行啊，我娘亲已经很多年不见外人了，她没有同意，不管是谁我都不能带到我家去的。这一点是不假，但严格说来，金兰哥哥未来的太子妃应当不算是外人，是可以带去的。
但是想想爹爹先前的百般阻止，定有原因。他要是真的将嫂嫂带去了，娘亲很快就会知道是爹爹从中作梗，十有八九会扒了爹爹一层皮去，而自己的皮也将在瞬间变得十分危险。要是被爹爹扒皮了可怎么办？而且夜幕山庄是爹爹所创，虽然庄主是哥哥，但是里面的钱是可以随便拿的。要是得罪了爹爹，恐怕那钱就没我的份了。对比一下不划算。这样吧，你帮我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你娘亲，就说21世纪的人来访，若是他能听懂，就有劳你为我们引荐。21世纪这个词让百里如烟的心中咯噔一下，几乎眼泪都给吓出来了。是了，娘亲经常跟他们说，在我们21世纪如何如何。这个人是一定认识娘亲的，可是爹爹不让娘亲见，他也是真的不敢。对了呀，漠北和北冥的婚事不是已经定下了吗？你可以让金兰哥哥带你去见啊。常言道，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要是金兰哥哥带你去，我娘亲一定会很高兴的，自然也就不用费事让他同意了。是的，金兰哥哥带他去见，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爹爹找麻烦也找不到我身上来。就算要见所谓公婆，为什么要见你的父母？不是见他的父母吗？因为金兰哥哥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呀，我娘亲是他干娘，大概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了。而北冥皇室那些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啊，尤其是皇帝的儿子们，一个个都想把金兰哥哥从太子之位上拉下来，也不想想这皇位是金兰哥哥借给他老子的，不感谢就算了，竟然还想动我金兰哥哥，一群什么人啊！说的极是，要是君金兰不那么强大的话，说不定我会好好考虑一下我和他的事。你为什么？你歧视强大的人？不在同一个高度的人，永远没有平等对视的可能。他站得太高，而我不习惯仰望。也许等到我强大了的那一天，我会去认真考虑这件事情。等等，嫂嫂，我承认你说的很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变强大之前，他被别人抢走了呢？这就是百里如烟从小到大一直追在冷子涵屁股后面的原因。他以前什么都不会，也缠着他，就怕给人抢去了。是啊，现在楚七七都在楚玉离的带领下去北冥了，那个楚玉离要是用个什么计策，说不准。嫂嫂啊，抢男人这种事情要快准狠，不然容易被别人捷足先登啊。可是我都没有考虑清楚我喜不喜欢他。是啊，可是如果你想清楚之前被别人抢走了呢？我操，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我曾经看见一本书上说，感情这事儿呢，它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决定先把坑占了，至于强大和喜欢与否的事情，我以后再考虑。大不了待我强大之后发现不喜欢了，我就不要那个坑了。虽然嘛，可能有点不道德，但也总好过我哪天足够强大了，又忽然发现自己是喜欢的，然后坑已经被别人占了的好呀。暗处的东篱听了这么半天，总算是明白了爷的打算。由于未来的太子妃在一味逃避感情，所以刻意把敢于追逐所爱的如烟小姐送到他的跟前，就是为了点醒她，也就是所谓的教会她一些事情。应该是这样没错吧？哎呀，快点走吧，先回漠北看看状况，然后去北冥抢男人去。我谭台皇这样一个混迹了2辈子的老油条，抢男人还会抢不过楚七七那个单纯的小丫头吗？楚七七不是楚国的公主吗？你跟她有仇？没有仇，关系还很不错啊。但是再好的关系，在男人这样严肃的问题上，也绝对不能退去。百里如烟兴冲冲的点头，跟在谭台皇的背后，向半空做了一个手势。暗处的东篱瞬间明白，那个手势的意思就是：东篱，我知道今天的事情你很快就会告诉金兰哥哥的。写信给他的时候，你一定要着重强调我的丰功伟绩，知道吗？
最好还要将我的功绩扩大化，让他多给我一点报酬。太子殿下，这封密信和我们这场会议没关系吗？是和爷终身大事有关的密信，你想看？属下不敢。爷，清风就在门外，您看。让他先等着，你们接着说。太子爷闲散的声线中带着从未有过的好心情。所有事情终于说完，太子爷便下了最后决策。楚玉离既然来了，你们准备迎接就是了。楚国太子来访，我北冥总不能挡回去不是？看来如烟是没有辜负爷的期望。小苗子在一旁翻白眼儿。那如烟姑娘谁不知道啊？只要你给的银子到位，再难的事情她都不会辜负你的期望。那完全都是遗传了夫人。我就知道夫人那样贪财又抠门的人绝对配不上老主子，这不连下一代都被影响了。能配得上老主子的，果断应该只有我小苗子公公啊。接着道，对了，前几日太子妃遇见楚玉离了，还胡说八道的把他编排了一番，但是对方没有生气，还放了太子妃走了。对了，某日太子妃赌博被关到赌场的后院，翻墙出来之后砸了东晋的国师笑无语。君金兰听着，唇际的笑意更浓了，而浓烈之下满是温和，温和之中全然是森然冷意。男人缘还不错呀。爷，属下先告退了。君金兰淡淡应了一声，又开口吩咐：更衣。是，爷。对了，如烟怕是忍不了几日，就要先来北冥。传令，让韦凤先去跟着他，爷随后再到。您去哪儿啊？还有，您又不沐浴，好端端的换衣服做什么呀？他不是要抢爷吗？爷就送上门去让他抢。剩下的事情吩咐独孤城处理，楚玉离到之前也会回来。我的爷，他抢您就送上门，您好歹矜持些呀。爷，您可好好想想，您好歹也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我北冥哪怕是纵观天下，那也是顶尖的人物啊。您就这样迫不及待地贴上去，显得多没面子啊！奴才都觉得丢人。男人要矜持做什么？但是你倒是提醒了爷，若是太轻易就得到了，恐怕他就不知珍惜了。尤其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论调，要是那没心没肺的女人当真先占坑，掉头就扔了，恐怕……是呀，是呀，所以您就不要赶着送上去，这样又掉身价，又容易让那女人得意忘形，不知您的可贵。去必是要去的，他怕爷被人捷足先登，爷自然也怕他出岔子。备马吧。爷，难道您忘了君家的诅咒？君家的诅咒，那是缠绕了君家人世世代代的噩梦。君家的每一个人，只要爱上，便是甘愿倾尽所有，甘愿万劫不复。这是君家之人的传统，历代而来，从未在任何人的身上出过意外，但是却因为高祖皇帝得罪了一个世外高人，从此君家便背负上了一个诅咒。君家的人只要爱上，便一定会为爱而死，而且终其一生也将不得所爱。小苗子，你可知皇位之争，只是一步错，便必死无疑。那为了安危，
为了能安安稳稳的活着，爷是不是就应该退而避之，将这一切都拱手相让呢？自然不可。那么，遇见心动心爱之人，要因为也许会死，便不敢靠近吗？我命由我不由天，人说天定人命，爷偏要人定胜天。情之所钟，心之所向。那么，逆天何妨？死又何惧？嫂嫂，冷子涵叔叔应当已经回北冥了，我想……哎呀，你去吧，说不准他也正等着你呢。哎，不过啊，说起来你追求男人也要有点技巧，多总结一下自己这么多年失败的原因，别总是傻乎乎的跟在他后头瞎跑。要是他执意给脸不要脸，你就可以考虑下点迷药，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啊，知道吗？